唐潇脸上带着嘲讽：“向兰芝，当初和公家敲定订婚日期的时候，你就一副贪财好利的模样，没想到到了今天，还是这副上不得台面的不要脸模样。”唐潇完全没给对方脸面，直接当场众人的面让向兰芝下不了台。向兰芝脸色难看得厉害，可碍于这么多人在场，只好故作镇定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？我知道你怪我抢了你母亲的位置，可是我如今是你爸的妻子，这个是事实。而且你还小，公家给的那些聘礼在你手上，我担心会被人骗走，所以才想着帮你保管。你怎么反咬一口呢？”唐潇轻笑一声，带着不屑：“你要是不提这个，我倒是忘记了张双双只比我小几个月，也就是说，在我母亲怀孕的时候，你和张江海就勾搭在一起。你是谁的妻子，我管不着，我只知道你肯定是个三，和张江海这种人绝配。”你，张江海愠怒：“唐潇，你怎么说呢？”唐潇却道：“怎么，我说错了什么？你们的宝贝女儿在学校可是一口一个张家，要和我断绝关系，现在惦记上了我的聘礼钱，在这里装什么父女情深？”张江海和向兰芝两个人就像是被唐潇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打了一耳光，压着他们根本抬不起头来。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此时的向兰芝恨不得将唐潇盯出一个窟窿来。他拼命挤出一个笑：“双双还小，说了胡话。你这个做姐姐的就别放在心上，回头我一定教育她。”唐潇双手环绕在胸前：“别回头了，现在就来。”张双双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还会牵扯到自己，瞬间不悦了：“你这什么意思？关我什么事情？”向兰芝给他使了一个眼神，示意张双双安静，随即又笑着说道：“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就不要吵吵闹闹的。我们也只是担心你一个人掌管着那么多的聘礼，不好保管，要是真的遇到了歹人可怎么办？不如你还是交给我，我帮你理财，到时候这笔钱肯定一分不少的到你手里。再说了，我们到底是一家人，谁会害你是不是？别人倒是不会，你们就不一定了。”唐潇冷笑一声：“公家给了8000万的聘礼，你们这么关心我，肯定给我准备了嫁妆吧？怎么没看见你们拿出来？怎么，该不会把整个张氏公司给我吧？这也不够啊！”张江海冷眉一竖：“你胡说什么？”向兰芝咬牙切齿：“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贱！”话还没说完，龚傲白冷冷开口：“唐潇现在是我的夫人，我这人护短，若是让我知道谁敢对她不敬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”向兰芝悻悻地收了声，张江海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能默默站在一侧。呵，旁边的龚少轩突然笑了。张双双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向兰芝和张江海吃瘪，他仿佛也被人狠狠打了脸。这个该死的唐潇就是故意的，故意将他在学校说的那番话带到了这里，故意让他在龚少轩面前丢人。他现在仗着有龚傲白撑腰，就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张双双紧咬着牙，目光凶狠。突然，他看到了旁边的香槟塔。第102章，张双双瞬间记上心头。这个唐潇不就是想要在今天让他们张家出糗，彰显出她的美貌吗？那就让她好好的在众人面前显个眼。张双双的脸上带着阴冷的笑，看着龚傲白带着唐潇和亲朋好友打招呼，不紧不慢地跟上前。等到他们靠近香槟塔的时候，张双双这才上前：“姐姐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刚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道歉。”张双双这人一开口，唐潇就知道对方心怀鬼胎，不过他并没有明说。行。张双双将人不动声色地朝着香槟塔走去，脸上带着真挚：“刚才的事情是爸妈说的不对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”唐潇扫了他一眼：“就这？”张双双脸上依旧带着歉意：“我知道他们刚才说话不好听，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你，毕竟你这儿孤身在外，却拿着那么多钱，这世道可危险了。”说着，张双双猛地抽走了香槟塔底下垫着的红布。眼下，如果这座香槟塔倒下，那么酒水就会全部泼到唐潇的身上。
虽然伤害不大，可是能在唐潇的订婚宴上让他当众出丑，这侮辱性可就不一样了。而且刚才龚少轩看着唐潇的眼神就明显不对，他要当今天最亮眼的存在，怎么可以让唐潇抢了风头？从张双双走向这边，偷摸着靠近香槟塔的时候，唐潇就猜测对方想要做什么，所以在张双双抽走红布的时候，他一脚踩在了张双双的裙摆上，同时一掌推向桌子，改变了香槟塔倒下的方向。张双双原本想要站远一点，结果没想到裙子不知道怎么就卡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不等她反应过来，香槟塔倾泻而下。啊！张双双躲闪不及，杯子和酒水全部落在她的身上，哗啦一声脆响，杯子散落一地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众人纷纷朝着这边看来，张双双满脸酒渍不说，雪白的裙子被酒渍淋湿了一大片，裙摆撑不住重量，直接塌了下来，酒水顺着裙摆不断滴落，整个人完全就是落汤鸡。张双双愤愤回头，恶狠狠地瞪着唐潇：“是你？”唐潇一脸无辜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”向兰芝一看张双双这边，连忙朝着这边走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张双双气呼呼地指着唐潇，委屈地告状：“妈，你看看唐潇做的好事。”向兰芝皱着眉，怒声道：“唐潇，你干嘛这么欺负双双？她可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。”张双双此时形象全无，她内心怨恨没能让唐潇出糗，可是却一直想着要将对方也拖下水，于是红着眼睛控诉：“唐潇，你也太过了！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对我呀！我好歹也是你妹妹，一个女孩子而已，你这简直在羞辱我！”第103章，这件裙子还是我为了参加你的订婚典礼特意买的，好几万呢。周围的人目光忍不住落在了唐潇的身上，毕竟唐潇刚才对张家的态度，他们可是有目共睹。或许这个唐潇就是真的不喜欢这个张双双，故意的。唐潇却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如果真的是我故意这么做，那我倒是要问问，为什么香槟塔底下的红布却在你的手里？你别告诉我，是因为我抽走了这个红布，导致香槟塔倒塌。在这期间，我还要把红布塞到你手里，同时自己躲到另外一侧，不被香槟塔波及。你倒是高估我了。是啊，如果真的是他将香槟塔弄倒，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将红布塞到张双双的手里？这个张双双的打扮，我刚才还以为谁请来表演的，所以穿得这么浮夸，原来是准新娘的妹妹。这不是妥妥抢风头吗？现在又来栽赃嫁祸，龚家不少人都是人精。张双双这等幼稚的把戏，根本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张双双还想狡辩，这个时候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：“我看见是他把唐潇姐姐带到这边，然后故意抽走红布的。”说话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龚卓越。他拉着盛老爷子的手，清脆的童声在此时显得格外明亮：“爷爷，他怎么这么坏呀？他这是想破坏二哥的订婚宴吗？上一次这个人就故意欺负我，这一次又故意欺负唐潇姐姐。爷爷，我不喜欢他。”龚卓越这话一出，张双双脸色瞬间一片苍白。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但是没想到竟然还是被一个小丫头看见了。向兰芝看了一眼张双双，结果一看对方的表情，也猜出了个大概。可是这么多人在场，自然是不能认。三小姐年纪小，可能看错了吧？还有人会这么傻，把香槟往自己身上泼吗？龚卓越却反驳道：“我可没撒谎，这里有摄像头，我们可以看监控。”听到他这么说，张双双这才慌了神，却又嘴硬说道：“是我干的，怎么了？我也只是看这块红布好看，想抽出来看看。再说了，我才是受害者呢，又没伤害到其他人。”唐潇真的要为对方这死鸭子嘴硬的性格鼓掌，这种智商也不知道是随了谁。不远处的张江海的脸早就丢尽了，甚至都不敢上前。龚老爷子一只手牵着龚卓越，脸色淡漠，可是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却是带着威慑：“张小姐的衣服脏了，那就下回去换一身吧。
来人，送客！张双双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再次被赶出了公家的大门，还是以这么狼狈的模样。张江海坐在车上，怒不可遏：“你好端端的去招惹唐潇做什么？我好不容易能趁着今天这个机会，多谈几笔生意，都让你给毁了。”张双双不甘心的反驳：“还不是唐潇太狂了，刚刚让你们这么下不来台，让我们全家都丢脸。我也只是想要给他一个教训。”向兰芝开口道：“行了，别吵了，要怪就怪那个唐潇，瞒着我们自己拿了那么多的聘礼，愣是一毛不拔。我们继续留下来又有什么用？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去告诉老夫人，和她商量商量，怎么把这笔钱拿回来。”第104章，订婚典礼很快结束。盛老爷子对着唐潇说道：“潇潇啊，你这是打算回去，还是说住在这里？这里有佣人，空间也大，方便。当然，你们没结婚之前，自然是分房睡，我们都听你的。”盛老爷子自然也知道唐潇的处境，在张家，爹不喜，娘不爱的，一个人住在外面肯定落寞，住在这里，好歹1日3餐都有人陪着，吃穿用度上有人照顾着，日子肯定比一个人舒坦。唐潇谢过了盛老爷子的好意：“不好意思啊，爷爷，我认床。”唐潇自然不会说他现在家里还养了一屋子的药虫需要照料，而且他还需要研究药物。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他对宫傲白无感，住在这里自然不合适。听到他这么说，盛老爷子似乎早就预料到了，倒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让宫傲白平日里多照顾照顾。傲白呀，这潇潇以后可就是你的人了，你可不能因为事业忘记了自己的媳妇。潇潇还小，你要多照顾照顾，吃的喝的用的也都要多关心关心，明白吗？宫傲白点头，明白。话音刚落，唐潇突然抓起了他的手，宫傲白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，不过很快就放下了戒备。盛老爷子看见，瞬间乐了：“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，你们好好聊，我和月月就先走了。”唐潇，他不过就是把个脉，怎么就都走了？不过宫傲白的脉象确实奇怪，之前宫卓越身上中的醉玲珑确实让他震惊，可是和宫傲白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这个男人也中了毒，而且这个毒十分复杂多变。如果今天来给宫傲白诊脉的是其他人，或许只会觉得宫傲白的身体有些虚弱，可是在唐潇的眼里，却发现他体内有一丝不对劲的脉象，很微弱，可是却很不妙。宫傲白自然也察觉出来了。还有多长时间？唐潇，暂时死不了。宫傲白勾唇说：“那就行，你下跟我去个地方。”宫傲白反手抓住唐潇的手，就这样牵着往外走。女孩的手不大，小小的，软软的，可是就是这么一双手，竟然能打架，能把脉，能炼药。宫傲白发现自己似乎对这个小丫头有着过多的注意力。此时不远处的柱子后面，林叔和盛老爷子一起站着，看见这一幕，心里自然是高兴。你看傲白这孩子，也不是全都不懂。是啊，二少这是牵着二夫人去约会。盛老爷子点点头，欣慰道：“肯定是，我们谁都不要打扰他，让小两口好好玩。”一直到上了车，宫傲白这才松开了手。唐潇倒是没察觉，拿出手机。少谦知道他今天订婚，手机就没消停过，多亏他静音。不是，潇潇啊，哪怕你真的要调查荼蘼花吊坠的事情，你也不用把自己搭进去，是不是？你才18岁订婚啥呀？订婚？不是，你真的订婚了？几个师兄弟的群里我都没好意思说呢，这要是说了，整个林城都要翻天了。你被绑架了，你就吱一声。唐潇轻笑，回了一句：“吵。”很快，少谦那边继续发来消息：“你现在是去公家的路上，要不要我帮你抢个婚啥的？”第105章都结束了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少谦知道自己拦不住，无声叹了一口气：“行，如果他们欺负你，你和我说。”行。下一秒，唐潇的银行卡收到一笔巨额转账，订婚快乐。
仪式感还是要的。唐潇笑了笑，毫不客气地收下了。旁边的龚傲白看到他对着手机笑，看聊天界面，似乎是个男人。当初唐潇就不同意订婚，都是张家逼得紧。难不成小丫头的心里已经有了人？龚傲白收回目光，没再追问。车子终于在一处庄园面前停下。唐潇倒是没想到，在临城欧北这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庄园。这庄园很大，最外层的大门到房间的大门都需要一段距离。门口有一座巨大的喷泉，两边除了郁郁苍苍的大树之外，后面竟然还有一片花墙。车子到了正门口停下，唐潇跟着龚傲白下了车，问道：“来这里做什么？见个人。”顿了顿，龚傲白才缓缓开口：“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。”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，看见龚傲白，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：“二少，您来了。大少爷一直清醒着，就为了等您呢。”“我知道了。”龚傲白点点头，缓缓朝着里面走去。这里的装修都是偏向欧式风格，房间很大，可是佣人却很少，略显冷清。而且唐潇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。穿过走廊，刚刚的中年男人推开房门，唐潇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轮椅上的男人。男人很瘦，脸颊深深凹陷下去，眼眶发黑。从他的身上，唐潇可以看到一股死气。在这个天气，对方却穿上了大衣，腿上还盖着一条毯子，看着十分违和。男人看着唐潇和龚傲白，微微露出一丝笑意，声音极轻，带着虚弱：“都让你别过来了，今天是你订婚的日子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想带潇潇给你认识。”龚傲白拄着拐杖走到他的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唐潇，潇潇，这是我哥龚墨风。”听到龚傲白叫自己潇潇二字，唐潇多多少少有些不习惯，但是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龚傲白的话吸引。这个男人是他哥，对方身上有一股很浓的药香味，看样子是常年疾病缠身。唐潇看着龚墨风，打了招呼：“大哥好。”龚墨风虚弱地笑着：“好，好，张叔，把我准备的东西拿来。”刚刚的中年男人从兜里拿出2个厚厚的大红包，递了过去。龚墨风拿过红包，分别递给龚傲白和唐潇：“我估计也等不到你结婚的时候了，这个红包我就提前准备好了。”龚傲白皱眉：“哥，你别胡说。”龚墨风淡淡的笑了笑：“我心里有数，你答应我，好好照顾爷爷和月月，知道吗？我不敢让爷爷和月月他们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怕吓到他们。毕竟一个年纪大了，一个年纪又太小，以后家里要辛苦你了。”龚傲白眉心紧紧皱在一起，一只手握在龙头拐杖上，青筋直冒：“我会想办法的。”第106章，龚墨风刚要开口，结果忍不住咳嗽了起来。张叔立刻去倒水，龚傲白替他顺气。喝了水，龚墨风才稍稍缓过来一些，说道：“这些年你到处去帮我张罗药物，可是终究是治标不是本。傲白，我累了。”突然，有人抓起了龚墨风的手，直接探上了他的脉。龚墨风一愣：“这……”龚傲白解释：“潇潇会医术，之前我和你说过的，月月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”龚墨风点了点头，苦笑：“原来是这样。多谢弟妹救了我们月月，不过我就算了，我这已经病入膏肓，就连医生都说我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。”唐潇仔细地把完脉，闻言笑了：“看来这个医生医术一般。我说大哥你能长命100岁。”龚墨风闻言笑了：“你不用安慰我，就连市面上千金难求的还原丹我都吃过，可是一样没用。”可龚傲白却一脸凝重地看着他：“当真？”唐潇点头：“当然，还有还原丹是针对外伤的，对于大哥这种内伤，自然无效。”龚墨风全当小姑娘逗自己开心，毕竟他现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过得人不人，鬼不鬼的，有的时候确实想一了百了。如果不是放心不下龚傲白他们，他又怎么可能苦苦支撑到现在？你小小年纪
竟然还知道还原丹。唐潇双手背在身后，微微扬起脑袋：“这有什么？这还原丹是我做的，我当然知道功效。”这一下，宫傲白和宫墨风皆愣住了。这市面上重金难求的还原丹，竟然是唐潇做的。宫墨风脸上更是诧异，这个唐潇不过18、19岁，竟然还会炼制这个药丸。现在黑市上都以为制作还原丹的人，这医术水平登峰造极的神医，应该是一个老者，结果却是个小姑娘。唐潇也不打哑谜，说道：“你早年应该受过一次很严重的内伤，但是一直没有调理好。再加上你的身上常年被人下了亏损精气神的毒，如今这毒已经入侵你的五脏六腑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才会让你整个人越发消瘦，精气神也越来越弱。”旁边的张叔听完之后，愣是瞪大了眼，红着眼眶扑腾一下就跪下了：“求求二夫人救救我家大少爷！”唐潇快速伸手将人扶起：“人，我自然会救，只不过现在少了几味药。”宫傲白立刻开口：“什么药？”“泛海灵泉、幽谷名花和龙鳞果，其他药物我倒是能自己入手，只不过这3种药草是重中之重。我打算制造回魂丹。”宫墨风忍不住道：“难不成是市面上传说，只要人还有一口气，就能将人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回魂丹？不错，这东西有价无市，价格一次又一次被炒到新高。只不过这核心药材太过难找。”唐潇的手中此时也没有材料。第107章，张叔闻言也是一脸着急：“这些药材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听都没听过，我们应该去哪里找？”唐潇解释：“泛海灵泉其实是一种树，风吹树梢，犹如海浪声起伏，所以称作泛海。但是这树每隔100年，根部就会流出一股清泉，故被称作泛海灵泉。幽谷名花，顾名思义，是长在幽谷的一株草，平常看与杂草无异，但是每当月圆之夜，就会开出一朵极为妖娆的花。等天一亮，花便枯萎，需要在天亮之前连根拔起。龙鳞果长相酷似龙鳞，这个我之前倒是得到消息，这2天会出现在拍卖场，我可以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如果是，那么事半功倍。泛海灵泉和幽谷名花我也有手机视频，到时候可以发动人力，大面积搜索。”宫傲白一口答应：“好。”唐潇又拿出针灸包：“我今天先给你施针，连着扎3天，能保你这3个月身体机能不会继续垮下去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在这3个月内找到这2种药。”宫墨风原本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，结果柳暗花明，他这样的人竟然还有救。张叔帮着宫墨风移到了床上，解开衣服，瘦骨嶙峋的胸口虚弱的起伏着。唐潇拿出银针，快速落下一针。很快，宫墨风的身上就扎了整整13根银针。等到银针全部拔出，宫墨风只感觉自己的力气似乎也在一点一点回来，甚至都不需要张叔帮忙，就能自己支撑着坐起来。张叔看得老泪纵横，毕竟宫墨风可是自己看着长大的，看着他年少意气风发，桀骜不羁，结果却因为这疾病一天天变得虚弱。原本是大展宏图的时候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张叔看了都心疼。唐潇收拾好银针，说道：“等连着3天施针结束，你行走的问题不大，不过这3个月内不要剧烈运动，不要忧思过重，其他就等着我们将药物找到。”宫墨风只感觉一切似乎都有些不切实际。你说什么？3天后可以行走了？他现在的身体太差，走路都颤颤巍巍的，无奈只能坐轮椅。结果这个小姑娘说她竟然可以行走了。唐潇却以为她嫌弃3天时间太长，解释道：“没办法，你这身体受损太严重，必须3天。好。”回去的路上，宫傲白再次对唐潇表示感谢。今天原本是让大哥也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典礼，只不过大哥觉得自己年限将至，怕冲了喜事，所以不肯来。
当年父母出事之后，是大哥一个人扛住了虎视眈眈的叔父他们，护着我和尚在襁褓中的月月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几年前他和月月相继出事，我一直很害怕他也会离开。潇潇，这一次多谢你。唐潇倒是不在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医者仁心，就冲你大哥给了我这么大一个红包，我出手帮忙也是应该的。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月月被人下了罪玲珑，神志不清，你身上毒性尚在可控范围，你大哥毒素深入肺腑，你别告诉我这些都是巧合。宫傲白看着面前的女生，那张狭长的眸子隐隐泛出一丝冷光。我当时确实怀疑过，但是当年我找了所有的名医给大哥和月月，包括我都做了检查，得出的结论是身体染了疾病。我当时确实不知道，我们兄妹三人竟然都是中毒。唐潇拧眉，他们三兄妹甚至中的都不是一种毒，而且这些毒都不常见，也难怪这些医生检查不出来。可是到底是谁竟然下这么狠的手？他这是要宫傲白一家万劫不复，甚至连当年不过8、9岁的宫卓越都不愿意放过。第108章荼蘼吊坠。宫傲白缓缓说出这4个字，唐潇忍不住朝着他看去，两个人倒是想到了一起。眼下他们唯一的线索就是当时吊在宫卓越身边的吊坠，我会让人调查，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行。宫傲白拿出手机，号召了所有人力，分别去寻找泛海灵泉和幽谷名花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找到这2味草药。挂断电话，宫傲白看向唐潇：“你说的龙鳞果是什么时候拍卖？我陪你一起去。”唐潇点头：“这个月，地下交易场所。”好，接下来2天，宫傲白自然接送唐潇去给宫墨风针灸。最后1天的时候，唐潇递出一颗小药丸，这个吃了。宫墨风接过，想也没想就吃了。这3天的针灸下来，宫墨风的气色已经恢复了不少。眼下针灸结束，他甚至都出了一身的汗，虽然疼，可是这4只百骸暖洋洋的感觉，是他许久未曾感受过的。唐潇收拾好东西，说道：“行了，是不是走2步？”宫墨风眼神中带着几分诧异，又带着几分兴奋和期待，缓缓将双腿放到地上，然后慢慢的起身。张叔一直站在宫墨风的身边，如果万一出事，还能有个照应。结果宫墨风不仅能站起来了，还能行走。大少爷，宫墨风已经好久没有这般感觉了，脸上忍不住带着笑意。不过他的身体到底虚弱，没一会儿就有些喘了。张叔立刻扶着他坐下。唐潇说道：“不着急，你的身体还需要长时间的恢复，等到时候吃了回魂丹，我再给你开一些快速滋补身体的药，问题不大。”宫墨风如今自然相信唐潇说的，其他医生看来已经是死局的他，到了唐潇这里，只是问题不大。好，多谢弟妹。张叔还在哭，宫墨风笑着说道：“张叔，我怎么都没发现你这么多愁善感了。”张叔笑着擦了擦眼泪：“大少爷见笑了。”说完，张叔又冲着唐潇鞠了一躬：“多谢二夫人，今天在这里吃了再走。我已经让厨房的人准备好了吃的。”唐潇看了一眼宫傲白：“你还有事？”对方摇头：“那行，就留下来吃饭吧。”唐潇也不是个扭捏的性格，直接爽快地答应了。眼下等吃的还有些时间，唐潇对这偌大的庄园有些好奇，便直接撇下他们去参观后院的花海了。宫墨风和宫傲白站在一块，看着远处的女生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你这是哪里找来的小神医，还把人家娶了？你小子也算有点本事。”宫傲白说道：“不是我找上门，是当初老爷子和唐云荣，也就是唐潇的母亲定了娃娃亲。”第109章。宫墨风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他很好，他不喜欢我。”宫墨风轻笑出声：“你一个男人，当然要主动点，人家都跟你订婚了，你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”宫傲白收回目光，说道：“你当年身体是怎么受的伤？
他说你常年累月吃了一些亏损精气神的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你当初只是告诉我，你是出了车祸，真的是车祸吗？龚墨风看着远处，似乎陷入了回忆。龚傲白继续说道：“哥，我们兄妹3人这些年前后被人下毒，如果真的都是一个人做的，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一直潜伏在我们周围。”龚墨风终于缓缓开口：“那一年，我和一个人一起合作了一个项目，就在验收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背叛了我。那个工厂研究的都是违禁品，我发现之后自然喊停。后面我离开之后，遭到一群人的偷袭，受了重伤，虽然保住了一命，但是身体也就在那个时候逐渐衰败。”龚傲白皱眉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曲晓峰。曲晓峰这个名字，龚傲白自然有印象。龚墨风当年的女朋友，只是他没有想到，当初背叛龚墨风的人竟然是他。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不仅是给你，也算是给我们一个交代。龚墨风没说话，算是默许。这边的事情暂时结束，唐潇也重新回到学校。当初答应了侯家英校长要帮助林汉一起提升 F 班的实力，结果这一段时间看下来， F 班的成绩还是在原地徘徊。唐潇直接找来了一批试卷，大大的压缩了他们自习娱乐的时间，每天都是题海战术，而且大部分他们之间的试卷难度也不一样，想抄都没地方抄。等到他们考试结束，唐潇直接把试卷丢给了各科老师，让他们批改。各科老师颇为头疼，这要是一样的试卷也就算了，可是这么多不同的试卷，批改起来困难不说，分析起来也浪费时间。数学老师建议道：“那个唐潇同学，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试卷呢？怎么这么多？下次你想给他们考试没事，但是这试卷能不能统一一下？这样下来很耽误我批改试卷啊。我除了我们 F 班，还有其他班级的任务呢。”英语老师也跟着点头：“是啊，唐潇同学，你每次给我们这么多试卷，我们这边教学任务重，真的吃不消。下次你再这样，你就自己批改吧。”李宗这边的老师更是头疼，唠唠叨叨说了一堆。你看看这些试卷，多浪费我时间。林汉站在办公室里，笑着替唐潇解围。唐潇同学也是真心想要查漏补缺，找出其他同学的不足，所以才找了些不同的试卷。我这一次批改下来，几乎可以判断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在哪里，这还是挺管用的嘛。数学老师皱着眉道：“管用是管用，可是我也不止一个 F 班的学生，这多耽误我时间啊。”英语老师跟着点头：“就是我还有2个班的作业没批改呢。”唐潇站在一侧，听着他们的抱怨，倒也不着急。所以说，你们觉得自己能力有限，无法给 F 班的学生提供相应的需求。数学老师是个男人，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：“不是我们提供不了，我们本来上1节课就行，结果你看看你现在搞的，又要我们更改课程，又要我们改不同的试卷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每1节课都是有教案的，这更改课程，我们都要重新写教案。”第110章，英语老师整理了头发，说道：“我们也都是实话实说 ，F 班本来也不是读书的料子，我们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在其他愿意读书的同学身上。”唐潇点了点头，算是明白了他们的意思。以后你们的课该上上，其他的交给我。英语老师自然不相信，轻笑一声，但是几分不屑：“唐潇，虽然你成绩好，可是这还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会读书，可是这读书和教书是两码事。F 班交给你，你真的行吗？不过不行也没事，反正那群人也没差。”林汉皱着眉反驳道：“这些同学现在明显想要好好读书，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当然是支持。是，我们当然也支持，但是前提是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。”唐潇没和他们争辩，拿过他们批改好之后的试卷，离开办公室。林汉快步上前：“唐潇同学，刚才几位老师的话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以后这些试卷都可以交给我，我来帮忙。我知道你想让 F 班的人好，我也想，
那我们就努力一把。这是对方在安慰自己。唐潇对于那些人的话倒是没有放在心上。他和林汉回到教室，结果班级里的议论声戛然而止。林汉站到讲台上，看着倪胜和高成等人还站在任远旁边，都上课了，还不回去坐下。倪胜和高成这才回到自己的座位。林汉拿出语文试卷，这一节课我们来分析之前的试卷。大家神情恹恹，兴致不高。终于，高成终于忍不住说道：“老师，这考试什么的，以后就取消得了。他们懒得批改，我们还懒得做呢。”倪胜也跟着说道：“就是，我们 F 班本来就技不如人，又何必自取其辱？”胡叶翼冷笑一声：“我们这些人反正是有自知之明，不耽误其他人就行了。”林汉的动作微微一顿，很显然，他们这是已经知道了刚才他们在办公室里讨论的事情。每个人都带了一点小情绪。袁菲菲拨弄着自己的头发，打开镜子，光明正大地观察自己的妆容。我们 F 班的人虽然成绩不好，可是我们家里都有钱啊，我们大不了就一直这样，反正家里面养我们一辈子也不错。林汉放下试卷，目光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扫过。你们为了几句话，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，觉得很了不起吗？林汉几乎没对他们说过重话，所以听到他这么说，所有人都忍不住看了过去，就连袁菲菲都放下了手中的镜子。我知道你们知道了刚才在办公室的对话，你们觉得他们说的刺耳，你们觉得不甘心，你们觉得自己在 F 班并没有那么差，然后你们气愤，可是你们却选择了一个最愚蠢的方式面对。整个学校都知道，我们的班级是按照年级排名划分，大家都知道 F 班聚集了一群读书成绩末尾的学生。可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如果你们因为听到了别人对 F 班的评价而生气，为什么不站起来，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他们眼中那么不堪？你们现在用自己的不满、厌学、无视老师去表达自己的态度。可是呢，距离高考也就几个月的时间，你们要用最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去浪费在这种事情身上。全班同学都鸦雀无声。倪胜低声嘟囔道：“反正我们又考不上大学，何必浪费时间？到时候努力了半天，被人嫌弃不说，还要被人笑话。”唐潇坐在桌位上，一支笔在他的指尖不断旋转滚动。胆小鬼，第111章。倪胜忍不住看向唐潇：“潇姐，我认识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在乎他人眼光的人。可是我只问你们一句，我的成绩比起你们如何？”倪胜悻悻地笑了笑，当然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了。胡叶翼也跟着点头。整个南风，谁能和你比呀？唐潇抓住旋转的笔，啪的一下扣在桌上。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想要被人称作 F 班的学渣、败类，被人一直看不起吗？全班沉默。唐潇缓缓扫过每一个人，全班20个人，怎么就没人敢大声地回答我的问题？任远终于开口：“不想。”唐潇挑眉：“就一个，其他人的嘴巴呢？说话。”倪胜高声道：“不想。”高成和胡叶翼也跟着喊道：“不想。”紧接着，全班同学也纷纷摇头：“我们不想。”唐潇勾了勾唇：“接下来，你们只要做好一件事情，跟着我学习，我带你们考大学。”任远虽然是这群人里最有主意的，可是闻言还是有些担心。可是你也是知道我们成绩的，我们这群人怎么可能个个都考上大学？我说能就是能。唐潇起身，双手撑在桌上，脸上的神情让人无法看穿。你们活这么大，有没有为了自己拼过命？我有，而且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们，那种感觉很爽。我相信我们班级里没人是怂包，与其憋着一股气不知道向谁发泄，不如花几个月的时间，能换来你一辈子的不遗憾。你们敢不敢试试？任远咬牙：“行，试试。”任远开口。班级里其他人也渐渐加入这个约定。之前他们好不容易重新振作了一回，想试试，结果没想到却听到
原来除了林汉这个班主任之外，其他所有的任课老师都不看好他们，就连其他班级的学生也都嘲笑他们。毕竟他们一群吊车尾突然好好读书了，这不挺滑稽的？努力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考试成绩很垃圾。这一次，他们全部都憋着一股气，他们就是要让那些人看看，哪怕在 F 班，他们也不能被小看。林汉欣慰地看着班级里的同学，这群孩子果然没让自己失望。一直到了晚自习，唐潇让所有人收拾好东西，继续考试，并且考完之后不会收试卷，直接让他们自己判分。讲题，唐潇的讲题思路和老师的完全不一样，可以说更加简单高效。一直到晚自习放学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唐潇对着众人说道：“今天开始，各科老师将不会再布置作业，我和他们商量好了，以后晚自习和平常的自习课都是我的。”第112章，邵盼福忍不住伸了一个懒腰，第一次感觉晚自习这么快就结束了，我都不敢想象。我全程听完了，并且觉得自己掌握的还不错。袁菲菲也跟着说道：“我也是，我也是，而且回去没作业了，好棒！”高成听到了，笑着打趣：“说起来，你好像还会做作业一样。”袁菲菲笑骂：“闭嘴吧，你！”众人收拾好东西回家，唐潇也拿过头盔，骑着自己的摩托车，在一群车流中呼啸而过。这摩托车的引擎声吸引了校门口的一群男生。哇，这个声音好酷，这个速度过瘾！听说这是 F 班的唐潇，倒是有点东西，每次都是自己开车来上课。这些公子哥大多数都是家里人开车来接，有些嫌麻烦也是自己回去，可是很少有人像唐潇这般自己开着摩托车回家。年轻的男孩子对机车本就偏爱，看到之后就更加羡慕了。倪胜站在一侧，颇为得意道：“这是我们班的肖姐，可不是一般人。”旁边的男生说道：“瞧把你嘚瑟的，你和她这么熟，你能让她载你呀？”“当然，肖姐可是我大姐大。”“吹牛！嘿，你这人，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就能让她回来接我？你叫啊！”倪胜拿着手机，有些尴尬地站在一侧，这玩笑可开大了。旁边的任远从超市里买了一瓶水出来，就看见倪胜和其他班的几个人纷纷站着。倪胜的脸色也有些不对劲。任远走上前：“怎么了？”倪胜摸了摸脑袋。旁边的同学说道：“倪胜刚才说他能打电话让你们班的唐潇回来接他，我说他吹牛，他还不承认。”任远微微蹙眉，按照唐潇的脾气，见倪胜迟迟不愿意打电话，旁边的几个人还在起哄：“倪胜，你是不是怂了呀？就是赶紧打电话呀！我告诉你，我认识的几个哥们也是玩摩托车的，一起来切磋一下呗。就是你们班的唐潇，我记得挺横的嘛，一起来试试呗。”“算了算了，倪胜这小孩子也就是口嗨，哪里敢呢？闭嘴，不就是一个电话吗？”倪胜如今被人架起来，骑虎难下，还是拿出手机给唐潇打了电话。唐潇估计在路上没听到，旁边的人忍不住催促：“到底行不行啊？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闭嘴！喂！”倪胜刚要开口，结果就听到对面传来唐潇的声音，立刻收回了刚才的话，挤出一丝笑意：“潇姐，是我是倪胜，我有点事情想找你帮个忙，就是能不能麻烦你来接我一下？”唐潇冷冷道：“皮痒了？不是的，话还没说完，旁边又传来一阵嬉笑的声响：“人家不同意来接你吧？我就说你吹牛。”第113章，哈哈哈哈！你小子是怕了吧？倪胜捂着手机：“闭嘴！”说完，他重新笑着接起手机：“没什么，潇姐，我刚刚就开个玩笑。”电话那头，唐潇开口道：“站那儿，别动。”倪胜一愣：“啊！”紧接着，唐潇挂断了电话。旁边起哄的男生见状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来不来？”倪胜此时内心有一股异样的感觉，就像是有人撑腰了一般，颇为得意道：“他当然来。”
10分钟之后，唐潇骑着机车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推上挡风镜片，扫了他一眼。什么事情？倪胜笑着说道：“没啥事儿，萧姐，你今天载我一程呗。”不等唐潇开口，旁边的人却道：“这什么急呀？我叫了人，他们在废旧工厂那边嘛，一起来玩呢。”任远开口道：“天已经黑了，那边我们就不过去了。”说话的人是地班的严强，一直暗恋黄梦梦，可惜黄梦梦喜欢任远，所以他对任远一直有敌意。再加上黄梦梦之前被唐潇欺负，严强一直不爽二人。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，哪里能这么轻易的就放过？严强双手环绕在胸前，冷笑一声：“任远，你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小了？废旧工厂你可没少去，之前怎么看不见你害怕？”倪胜自然也是察觉出严强的语气不对劲，皱着眉不耐烦道：“你唠唠叨叨什么呢？刚才我们可没说好去废旧工厂，你小子有病吧？”严强笑了：“你们两个怂包，怎么这都不敢去？还是说这位传说中的转学生不敢去，非要拉着你们两个出来挡枪啊？”唐潇开口道：“废旧工厂什么地方？”倪胜急忙解释：“那个地方以前是个工厂。后来工厂迁移之后，剩下一个空壳，原本是逃课、打架斗殴的地方。后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群飞车党，专门喜欢在这个工厂里面试炼。萧姐，那里面太危险了。”严强还在一边试图用激将法：“怎么怂了呀？看到学校论坛上穿得沸沸扬扬，我还以为这个新来的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，原来也是个孬种。”任远一把揪住了严强的衣领：“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”严强却是不怕死的抬头看着他，带着几分挑衅：“怎么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”唐潇怎么听不出来这人是故意激怒他？不过既然对方送上门了，他自然也要见见。他利索地把挡风镜片一打，带路。任远有些担心：“你真的要去？”可是唐潇却已经转动着门把手。无奈，任远坐上了摩托车后面，给他指路，而倪胜则是立刻上了计程车。废弃工厂距离这里不算远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唐潇到的时候，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飞车党，到处都能听到引擎的声响。严强到了之后，立刻下车去找其中一个男人，对方穿着宽肩加上宽松牛仔裤，一头银白色短发，眉骨上、嘴唇上、耳骨上都是环，身边围了不少女生，想忽视都难。严强上前笑着打招呼：“冷哥，我把人带来了。”被称作冷哥的男人不屑地抬头看了一眼唐潇，对着严强有些不屑道：“就这么一个小姑娘？”严强脸上陪着笑：“冷哥，你别小看她，她就是把徐子瑶给废了的人。”第114章，王凯冷脸上带着不屑，一步一步朝着唐潇走来，目光上下打量着他的机车。玩机车，敢不敢跟我跑一圈？这里自然不是正宗的摩托车俱乐部，也没有专业的防护措施，地形复杂，而且凌乱，一不小心就会出事故。任远想也不想就替唐潇拒绝了：“我们凭什么答应你？”严强嗤笑一声：“刚刚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怎么现在认怂了？可以呀，从我裤裆下钻过去，我就不为难他。”这个人明显是对任远不爽，倪胜自然也看出来了，一把拎起严强的衣领：“你他妈的放什么狗屁？找揍是不是？”严强脸上瞬间出现几分慌乱：“冷哥，救我！”王凯冷一把将人推开，欠欠地搂着严强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这个人我罩着的，懂？”说完，他又看向唐潇：“你不是挺牛的，敢不敢和我们比一圈？”唐潇微微侧过脑袋看他：“赢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”一听他这么说，周围的人瞬间笑了，其中王凯冷笑得更大声：“你赢，哈哈哈哈！行，有骨气。如果你赢了，这辆车就送你了，随你怎么处理。”唐潇看了一眼他的车，看得出来是精心改装过的，配件不错，不过比起唐潇身下这辆车还差了一点。行。王凯冷突然脸色一变：“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”唐潇勾唇：“我不会输，
王凯冷指着任远说道：“呵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输了，你旁边这小子可就不能全手全脚的回去，而你也要留下来陪我，如何？”任远瞬间脸色一冷：“你试试。”倪胜此时也懊恼，刚才自己被严强这小子几句话就忽悠了。这个人本就是冲着任远和唐潇来的，他立刻说道：“不如和，谁要跟你比？我告诉你，你但凡敢动我们阿远和潇姐一下，我都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王凯冷不屑地笑了笑：“是吗？你确定你们走的了？”话音刚落，几个人便围了上来。这些人很显然都是社会人士的打扮，看得出来不好惹，自然也没有将他们这些学生放在眼里。王凯冷微微俯身，压低声音，邪气地笑了笑：“我忘了告诉你，这里可没有监控。如果你们一不小心从高台上跌落下去，可没有人会不帮你哦。”对方摆明了就是威胁。任远走到唐潇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你开车离开，这里交给我。”唐潇虽然身手不错，可是这些社会人士和之前那些人不一样，唐潇被他们2个人拖累，更加走不了。到时候留下只会吃亏。这些人虽然冲着自己来，可是任远相信这些人到底忌惮任家，不敢真的对他下死手。眼下只有让唐潇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谁知唐潇却道：“我不会走。”可唐潇没理会他，而是看向王凯冷：“怎么比？你说？”王凯冷看着唐潇，胆子挺大。那行，我们就以前面插旗的地方为起点，一共绕场5圈，谁先到达终点，谁就赢了。行。第115章，唐潇对此倒是没有丝毫害怕，开车来到插旗的地方，转动着把手，感受着引擎轰动的声响。王凯冷很快也开着自己的战车前来，目光挑衅地将唐潇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：“我还没玩过你这样的学生妹呢，肯定刺激，晚上等我。”唐潇没理会，戴上头盔。很快，一个人走上前充当裁判，宣布了比赛开始。车子一开出去，王凯冷就发出得意的大笑，毕竟这个赛道他可是开了无数次，闭着眼睛都能开。可是唐潇不过第1次开这种赛道，速度肯定比不上。果然，第1圈的时候，唐潇直接被甩在身后。王凯冷脸上的神情更加得意，继续冲刺第2圈。可是没想到，唐潇却在身后飞驰而来。王凯冷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唐潇竟然这么快就要赶超他了。眼看着前面就要过独木桥，王凯冷心中顿时有了想法。这里的独木桥是之前废弃的一根柱子，刚好横在2个楼层中间，就像是一道桥梁。平常他们为了练胆，就在这独木桥上过。这个独木桥很显然只能容下1辆机车。王凯冷直接抄近路，率先上了独木桥。他们的比赛可没有任何规矩，也没有人说抄近路不行，所以王凯冷完全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问题。王凯冷往后瞥了一眼，内心嗤笑：这一下看你怎么赶超。唐潇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对方已经上了独木桥，自己是无法超越他的。他看了一眼王凯冷刚才超近到的地方，瞬间调转了把手，朝着刚刚那个地方开去。开始他并不是和王凯冷在同一个方向转弯，而是继续直走。王凯冷大声笑道：“愚蠢！那边是断崖，断崖，顾名思义，那个地方可没有赛道了。”等待唐潇的就是摔得头破血流。底下的任远和倪胜2个人也急得一身冷汗，眼看着断崖越来越近，可是唐潇却没有踩下油门的打算，甚至还加大了油门。伴随着引擎的声响，唐潇的机车就像是一匹飞驰的黑色骏马，横跨了整个独木桥。机车最终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。唐潇再次发动油门，车子此时完全就出现在王凯冷的前面。对方使劲追赶，却隔得越来越远。最后的2圈，无论王凯冷怎么追，始终落后1截。5圈到了，比赛也随之结束。唐潇回到终点，摘下头盔放在车前，扫了一眼后面姗姗来迟的车，丢下一句：“
你输了。王凯冷气得咬牙切齿，没有动弹。唐潇勾唇一下，笑起来，看明明如沐春风，可是说出的话却让人生畏。怎么怕了？王凯冷硬着头皮说道：“谁怕了？车子现在归你。”倪胜和任远此时两个人也快步跑了过来，两个人显然都有些激动。任远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你真的赢了！倪胜也跟着兴奋。萧姐，刚刚你飞越独木桥那段简直是太酷了，石破天惊那种酷。唐潇似乎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，所以脸上并没有多余的神情。他朝着倪胜伸手：“比赛前我让你买的东西呢？”第116章，倪胜立刻提着一大袋的东西过来，眼下天黑的彻底，一时之间还真看不清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唐潇接过袋子，旁边的倪胜立刻说道：“萧姐，我来吧，别脏了你的手。”唐潇却道：“不需要。”他直接从袋子里掏出一串鞭炮，直接缠在了王凯冷的机车上。王凯冷看清之后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唐潇勾了勾唇，拿出打火机，当然是放个烟花庆祝了。火光一闪，下一秒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，一辆机车瞬间被席卷在鞭炮声内。王凯冷想要上前阻止，可是鞭炮噼里啪啦太猛，压根无法上前，鞭炮直接炸穿了油箱，瞬间火光冲天，周围的人纷纷退避三舍。等到大火逝去，车身也只剩下一个躯壳，完全无法使用。王凯冷目光猩红地瞪着唐潇：“你给我等着，这个梁子，我和你结下了。”唐潇直接将自己的头盔往肩膀上一甩，毫不畏惧地看向王凯冷：“是个男人，现在来单挑。”唐潇的话无疑是在火上浇油，王凯冷猛地就要冲上去，却被周边的人死死拦住。这个时候，也不知道谁来了一句：“快走，巡逻队来了！”南丰高中的老师以及北中的老师都来了。这个废弃工厂刚好就是南丰贵族高中和北华高级中学的中心地段，平常有不少学生会来这边玩。当然，学校一再禁止，被抓到可是要处罚的。眼下巡逻队和2个学校的老师都来了，学生们自然是害怕了，纷纷离开。王凯冷虽然不是2个学校的学生，可是他之前可是犯过事，这要是被巡逻队的人抓到，指不定又要耽误一些时间，而且也不可能继续找唐潇麻烦，只能先离开。离开之前，王凯冷还是放狠话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一时之间，这里如鸟兽散，只剩下唐潇几个人。倪胜立刻说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到时候被梅超风抓到，又是一个留校察看。学校是严禁我们来这里的玩的。快快，萧姐，你的车子能带3个人不？”原本是任远和他跟着来，可是刚才他让胡叶毅送来了鞭炮，对方也跟着来了。原本是想着打架的时候多一个帮手，可是眼下没想到却把梅超风他们叫来了。旁边的胡叶毅举起手：“是我叫的老林。”倪胜一愣：“不是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想让我们几个都受处罚是不是？”胡叶毅抓了抓脑袋：“你不是说什么萧姐和他们大战，要买一些火药支援？我想着你们3个人不是吃亏吗？所以想着叫老林他们来吓唬吓唬他们。”任远却比他们2个人淡定：“行了，现在跑是跑不掉了。胡叶毅既然已经说了我们的事情，这逃得过初一，逃不过15。”倪胜苦着脸：“这怎么办？我要是再拿一个处罚，等下我爸不赶到学校把我脚打断。”唐潇却道：“慌什么？你们等下都不需要说话，站我旁边就是。”很快，一群人就冲到了废弃工厂。唐潇远远就看见林汉一脸紧张地朝着这边赶，看到唐潇他们几个人安然无恙地站在自己面前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“没事吧？”胡叶毅摇头：“没事。”北中的老师则是到处搜索，看看有没有自己学校的学生。第117章，王腊梅走到这边，看着唐潇几个人，眉心紧紧皱在一起。怎么又是你们 F 班的人？当初学校定下的规矩，你们是一个字都没记心里是不是？学校规定，
学生放学之后不能在附近工厂逗留，更加不能和这些人混为一体。你们倒好，下课不回家，却跑到这边来骑摩托。你们一个个的，真的当校规是摆设吗？你们这样无视老师叮嘱，无视学校规定，你们还把我们放在眼里吗？明天都给我把家长叫来！胡叶一心有不甘，双手紧握成拳，刚要开口，旁边的任远就给了他一个眼神，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。倪胜倒是低垂着脑袋，假装乖乖地听着训斥，实则心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，完全左耳进右耳出。等到王腊梅说完了，唐潇才看向林汉：“林老师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”王腊梅冷笑一声：“不是这样？怎么还有人逼着你们来这里？是不是？”“是。”唐潇毫不犹豫地应了，就连王腊梅都愣了一下。林汉紧张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唐潇皱着眉，有些为难。上一次我和徐子瑶有些误会，虽然现在是解开了，可是之前那批混混却不肯就这么算了。他们威胁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了这里，非要逼着我们和他们玩命。我们不答应，他们就当着我们的面烧毁了一辆机车，说如果我们拒绝，下场就和这辆车一样。唐潇指着旁边被烧成钢架的机车，林汉眉心紧紧皱在一起。他们实在是太猖狂了。唐潇继续说道：“他们还说了，他们早就看不惯我们南丰学校的学生了，因为我们 F 班是年纪的刺头，就拿我们开刀。到时候他看谁不顺眼，他就一个年级一个年级教训过去。”唐潇咬着唇，看着有些担忧。今天如果不是胡叶毅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及时赶到，不然指不定后果怎么样呢？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我们 F 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差，出事了也不会影响学校的升学率，可是他哪天欺负到一班，那就完蛋了。林汉立刻说道：“什么 F 班那班的？你们的安全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样的。”林汉显然很生气，义正辞严道：“这群人实在是太狂妄，我们南丰的学生可不能就这么被欺负。”王老师啊！王腊梅原本气焰十足，此时就像是被人当头棒喝，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怎么了？这些校外人士这么欺负我们的同学，我们不仅要保护他们，还要告诉相关部门，让这些人绳之以法。哦，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林汉看向唐潇他们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。”唐潇紧抿着唇：“那就麻烦林老师了，麻烦王主任。”王腊梅第一次听到唐潇这样称呼自己，也拿出了当老师的派头。“没事，都回去吧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，这里我和林老师会解决。”唐潇点头，带着其他人离开，直到走远了，倪胜才对唐潇竖起大拇指：“还得是我们潇姐。”唐潇挥了挥手：“行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刚刚没亲手给王凯冷一个教训，还是便宜了他，那就让他这段时间都躲着不敢出门。”第118章，唐潇骑着车子回到家，刚刚在废弃工厂比试了一通，身上一股汗味，他直接拿起换洗的衣服去了浴室，舒舒服服冲了一个澡。唐潇一边擦着头发一边出来，余光突然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，唐潇直接甩出手中的毛巾，原本软塌塌的毛巾瞬间变成了刚硬无比的武器。龚傲白侧身避开，可是1秒钟的犹豫之后，身体快速朝后退了几步，手中的龙头拐杖也掉落在地。唐潇转身看清楚是龚傲白之后，眉心微微皱起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龚傲白直起身，有些虚弱地咳嗽了几声：“老师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”唐潇这才想起，在南丰学校，龚傲白算是他的监护人，现在的老师连这么点事情都要联系监护人吗？唐潇上前捡起地上的拐杖，递给龚傲白：“你怎么进来的？订婚那天你给的钥匙，说是有问题可以来找你。我刚才按了很久的门铃，可是你没听到，我担心你出事，就自己进来了。抱歉。”唐潇这才想起来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那一天，龚傲白带着人送聘礼，
除了之前说好的8000万之外，对方还送来了一把钥匙，是龚傲白在别处的房子。房子里的停车场内还有一辆价值100万的车。除了这些之外，珠宝首饰这些不用说了，龚傲白之前答应的都做到了。唐潇当初并没有将这场订婚放在心上，所以嫁妆什么自然也没有准备，索性直接给了自己别墅的钥匙。这房子就是我的嫁妆，这套别墅当初几千万买的，就当是陪嫁了。当初龚傲白并没有打算收，毕竟唐潇当初就下了龚卓越，单凭这件事情就足以抗衡一切。再加上当初在唐潇送了老爷子和龚卓越各一幅字，这2幅字在如今的市场上也被炒到了相对的热度。就像是龚老爷子说的，唐潇这个人就是无尽的财富。不过唐潇执拗，龚傲白还是收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唐潇看着龚傲白，心想着对方身体虚弱，残毒未消，刚才那一下别给对方打出内伤才好。刚才没打疼你吧？龚傲白微微摇头，无妨。唐潇不放心，给龚傲白把脉，确定没有新增的内伤，这才放心。以后你来你告诉我一声。可是，一想到刚才自己在洗澡，对方就算给自己发了短信也看不见，于是改口道：“下次别站在我身后，我刚才没下狠手，我这真的要是认真起来，你这小身板受不了。”小身板。龚傲白看了一眼唐潇，最终没有解释，点了点头。唐潇继续说道：“你既然来了，我给你一颗药，虽然无法根除，但是会压制毒性。龚傲白算是龚家3兄妹里面中毒现象最轻的，刚好侯家印这边答应给紫阳朱砂，这个可是制作解毒丸的药引，拿到这个就能万无一失。所以唐潇并不着急。”龚傲白点头。好，唐潇起身朝着实验室走去。在龚傲白面前，他倒也没有选择隐瞒，大大地敞开大门，让对方一眼就能看清里面的构造。实验室里有一面墙的柜子，就像是平常去中药材店看到的那样，一个个小格子里装的全都是中药材，第119章，其中还有很多龚傲白没看过的实验器材。平常唐潇就在里面研发药物。很快，唐潇拿着一个小盒子出来，递给龚傲白：“吃了吧？”龚傲白没迟疑，吃了。唐潇给他倒了一杯水，然后起身走向厨房。“你吃饭了没？我煮点面。”龚傲白不饿，可是看着他这般，遂摇了摇头：“没有。”“行。”唐潇麻溜地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番茄和2个鸡蛋，又拿了几片午餐肉，先将番茄切块。起锅烧油之后，倒入番茄，炒出汁水。龚傲白站在一边看着，说道：“刚才你们学校的老师说你被校外的社会人士威胁了。”唐潇在锅里倒入开水，闻言笑了笑：“他们能威胁我？如果不是老师他们来了，今天哭着离开的不知道是谁。”龚傲白是相信唐潇的能力和脾性，所以学校老师的那番话，他自然也是不相信。你毕竟是一个女孩子，以后那些人再找你麻烦，你可以联系我。”唐潇反驳道：“女孩子怎么了？他们一个个都不是我的对手。”龚傲白无声笑了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，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人身上，脏了你的手。”唐潇挑了挑眉，会说话，过奖。面煮熟之后，唐潇又拿了一个平底锅，煎了2个鸡蛋，又将午餐肉也简单的煎了一下，摆放在碗里，再搭配2颗小青菜，简直是完美。唐潇端着番茄鸡蛋面出来，龚傲白上前帮忙：“我来。”唐潇点头，递过一碗面过去。对方虽然拄着拐，但是走路还算稳当。眼下时间也不早了，唐潇肚子饿得厉害，丝毫没有形象的夹起一筷子，把面塞入嘴里，嘴巴吃得鼓鼓的，就像是一只小松鼠。龚傲白见状，低头微微勾了勾唇，拿起筷子，将碗里的午餐肉夹到他的碗里：“吃吧。”唐潇扫了他一眼，低头继续吃。龚傲白刚刚吃了一口面，眉心突然紧紧皱在一起，
唐潇虽然看不到他的神情，可是却注意到他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有那么难吃？他对自己的厨艺向来自信，少谦那小子缠着他下厨，他都不知道拒绝了多少次。奇怪，不应该呀！他吃了几口，味道还行。下一秒，宫傲白突然吐出一口血水，整个人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，直接从椅子上跌落。宫傲白，唐潇快速来到宫傲白的身边，立刻抓起他的手腕。可是此时的宫傲白脉象却十分吓人，就像是无尽的沼泽里疯狂地长出了荆棘，拖着他的下坠。宫傲白，你给我撑住！唐潇立刻跑去拿出针灸包。第120章，唐潇刚刚洗澡的时候，拆下了针灸包放在一侧，他快速跑去拿来，解开宫傲白衬衣的扣子，拿起银针，快速刺入男人胸口的穴位。他的手法快很准，几乎是眨眼间，唐潇就已经落下了3针。等到第5针落下，宫傲白体内混乱的气息被压制，呼吸渐渐平稳。他缓缓睁开眼睛，就看见唐潇跪坐在他的身边，还未完全吹干的头发散落下来，别在耳后，一张清秀精致的五官，此时神情严肃，模样认真。我没事，你刚刚都快死了，还没事。唐潇皱着好看的眉，看向宫傲白，你知不知道，但凡耽搁10分钟，你将无力回天。宫傲白缓缓点头，终究有那么一天。唐潇莫名有些烦躁，这一次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判断失误。原本他给宫傲白把脉，可以确定的是对方中了毒，但是这种毒并没有伤及根本，再加上毒性也被压制，所以他并没有特意放在心上，给了他一颗自己研发的简易解毒丸。这种解毒丸虽然没有加入紫阳朱砂当药引，但是也有解毒功效，对付一般的毒肯定没问题。就像是宫傲白体内这种毒，也能起到压制的作用。这样一来，宫傲白也能等到他拿到紫阳朱砂。可是唐潇却没想到，就是他给的简易解毒丸，直接催发了对方体内的毒性。宫傲白中的不是简单的毒，而是蛊。这蛊一直潜伏在宫傲白的体内，最开始几个月苏醒一次，靠吞噬中蛊之人的气血生存，同时发布毒素，慢慢的寄生到中蛊之人的体内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中蛊之人越发体弱，逐渐被蛊虫占据了躯壳，到最后直接变成一滩血肉。偏偏这种蛊虫还有一种致命因素，那就是它不能遇到冰霜草。这类蛊虫遇到冰霜草，会大大减少它的沉睡时间，催发它开始在中蛊之人体内大肆释放毒性。下蛊之人很显然就是等着这一天，因为冰霜草并不常见，寻常药店几乎不会用这类草药，所以这些年宫傲白吃的药物并不会催发蛊虫的毒。可是像唐潇这种对草药有研究的人，制作解毒丸的时候，首选都是冰霜草。下蛊之人或许早就猜到宫家的人最后会遇到唐潇这种人，所以早就埋下了这潜藏着的雷。唐潇拔出银针，只见细长的银针上面竟然缠着一条如细线般的黑色扭动的东西。宫傲白有些诧异，这是寄生在你体内的蛊虫。目前蛊虫还没侵入你的五脏六腑，这些年你吃的药物也算是克制了它们的繁殖蔓延，但是这些蛊虫目前数量众多，光靠针灸无法全部引出。我现在施针，让这些蛊虫继续沉睡，近3个月这些蛊虫都不会发作。不过在此期间内，我们必须找到解药，不然3个月之后蛊虫苏醒反噬，那种痛苦你吃不消。宫傲白勾了勾苍白的唇，死不了就行。唐潇顿了顿，会生不如死。唐潇收起银针，一脸凝重地看着宫傲白。对不起。宫傲白支起身体，靠着墙边。不关你的事情，是我体内本就中了毒。唐潇却还是一脸凝重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替你解毒。第121章，眼下他手里有苍玉血莲和紫阳朱砂，都是解毒的好药材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找到冰魄之花。
顾名思义，这种花就长在极寒之地，花骨朵被冰块包裹着。这种未接触空气绽放的花，是这次解毒的关键。看着唐潇眉心紧紧皱在一起的样子，宫傲白微微抬起头，食指和中指并拢，再轻轻弹出。唐潇这才回神，做什么？小小年纪，皱什么眉？宫傲白伸手扶我起来。唐潇将人扶起，宫傲白看着桌子上还热腾的番茄鸡蛋面，说道：“你先吃。”我，嗨，话还没说完，宫傲白又忍不住一阵咳嗽。唐潇立刻扶着人坐下：“你可别说话了，坐下休息会儿。今晚你就安心住在这里，有什么问题我也能第一时间发现。”宫傲白轻笑：“让一个大男人住在这里，你不怕？”唐潇有些不屑：“就你？”宫傲白挑了挑眉，想要反驳，可是如今这副样子，反驳了似乎没什么用。刚刚吐了一口血沫，口腔里全是血的腥味。宫傲白说道：“我去个洗手间。”唐潇指了指里侧的房间：“你今晚就住在那个房间，有独立浴室。”宫傲白点头，起身走去。唐潇刚要坐下吃面，结果门铃却响了。这么晚还有谁会来？唐潇朝着门口走去，通过可是门铃看着外面，就看见张老夫人、向兰芝和张双双几个人都来了，旁边还站着2个穿警服的人。在唐潇没开门的这段时间，对方再次按下了门铃。唐潇不紧不慢地打开门铃，看着面前的人：“有事？”向兰芝立刻说道：“哎呀，潇潇，你没事吧？我听双双说你被校外的社会人士带走了，我们又联系不上你，来这里找你，又被保安拦在门外，所以不得不报了警。你还好吧？”听到对方这么说，唐潇自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。怎么无法进入这个小区，就想尽一切办法，不惜叫了警察。向兰芝脸上带着假笑：“你这话说的，我们都是担心你，不然这大晚上的何必带着你奶奶和你妹妹都来了。”2个警察闻言，对着唐潇说道：“你的家里人担心，所以报了警。你们一家人有什么话好好说，不要联系不上，免得担心。”向兰芝立刻说道：“就是谢谢2位同志，以后我们就记住了。”其中一位警察看着唐潇：“你的家里人说是有社会人士欺负你？”唐潇摇头：“没有，辛苦你们跑一趟。”见唐潇没拆穿他们，向兰芝等人的脸上纷纷露出了笑意，对方肯定是害怕了。等到2个警察离开之后，向兰芝等人终于露出了獠牙。向兰芝悠悠说道：“唐潇，当初你订婚，公家给你的8000万彩礼，你是1分钱就不拿出来，是不是说不过去？”第122章，唐潇双手环绕在胸前，丝毫没有要邀请他们进来坐坐的意思。“你说什么8000万？”向兰芝瞬间就急眼了，双手叉腰，气势十足：“你还在这里装傻呢？那个时候你订婚，公家可是给了你整整8000万的聘礼。不仅如此，公家还额外给了你1套房子、1辆车，包括价值不菲的珠宝。如果我没打听到这些，你是不是都要私吞了？”张双双闻言也是嫉妒，那些珠宝首饰、房子、车子本来都是他的，可如今偏偏叫这个乡下来的女人夺走了。之前看到唐潇住在这么高档的别墅区域，张双双内心就嫉妒。知道宫傲白送给她的聘礼，张双双内心的妒忌就像是一只不断胀气的气球，此时已经膨胀到了顶峰，马上就要爆炸。她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乡巴佬爬到自己头上去。唐潇，我劝你识趣，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，你不过是代替我嫁给宫傲白。这些聘礼都是我的，如果你不想日子太难过，我奉劝你1分不少的把你拿到的都交出来，不然小心我们把你的秘密告诉2少。唐潇挑眉：“是吗？那我倒是想听听，我到底有什么秘密，是我自己不知道的。”张双双冷哼一声：“你还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可是调查过你骑的摩托车和住的这栋别墅多少钱，就你一个乡巴佬，怎么可能一下山就买得起？呵，你外面没有野男人，我可不信。”
张双双自以为掌握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机密，冷笑一声：“你可别说什么这些都是公家给你安排的。据我所知，那个时候你和宫傲白可不熟。”唐潇伸手鼓掌，神情敷衍：“真的好厉害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”张双双厉声道：“你还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们现在全家上上下下可都替你瞒着，你还能得意多久？信不信我这就去告诉宫家的人？”唐潇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：“需要我给你导航吗？”很显然，唐潇丝毫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的意思。张老夫人开口：“双双。”张双双这才闭嘴，没再说什么。张老夫人看向面前的女孩，唐潇这人吃软不吃硬，他算是看出来了。我知道你在怪罪我们，怪我们这些年把你一个人丢在山上，独自长大，这让你对我们没什么感情。我们认了。可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，虽然你是唐云荣的女儿，可是我们也是把你当亲生的对待。你习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，所以才会觉得我们的管教对你来说是负担。可是你看看，你回来之后，衣食住行，张家从来没少你，包括你去南丰贵族学校，这学费可不便宜。你爸也是眼都不眨一下就给你出了，包括知道你在学校被人欺负，立刻让我们过来看看。第123章，唐潇啊，其实我们都是关心你的。唐潇在心里都忍不住要给这老夫人鼓掌，这黑的都能成白，水里游的都到他嘴里变成天上飞的，似乎都不足为奇。他没说话，张老夫人继续说道：“聘礼确实是给你的，但是江海现在公司刚好遇到了麻烦，你作为他的女儿，难道不应该出手帮一把？这一次你回来，江海可是很开心的。如果你能帮张家渡过难关，到时候还能把唐云荣的坟迁到张家，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交代。”唐潇皮笑肉不笑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张老夫人道：“当初唐云荣一根筋，在怀孕的时候非要离开，结果客死他乡，现在也葬在那荒郊野岭的。但是我们到底是一家人，互帮互助。你帮助张家的公司，我们自然也会接受你们母女，这个在张家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。”唐潇简直要被气笑了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荒谬的发言。见唐潇不说话，向兰芝在一边继续劝说：“再说了，你嫁入公家，福气还在后头呢，随便搞个千万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。可是你想啊，这公家可是名门望族，你嫁过去，如果没背景、没权势、没家族撑腰，那就什么都不是。你救了张家，也是救了你自己。到时候张家的实力越雄厚，你在公家的地位就越稳。不然你信不信，转头公家就娶个3妻4妾，个个都是豪门千金。到时候你虽然是第一任妻子，可是无权无势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唐潇冷笑一声，这没个10年的脑血栓，还真的说不出这番话。这张家的祖坟是镶金了，还是迁移进去能得道成仙了？唐云荣他不稀罕，拿8000万资助你们，还不如拿这些钱给狗买狗粮，至少狗吃了之后知道冲人摇尾巴，而不是跟你们似的，为了钱不要脸，转身就刀剑相向。张老夫人完全没想到这个唐潇是油盐不进，他可是将好话全都说了，结果对方的气焰竟然还如此嚣张。唐潇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我今天过来已经给足你面子，作为张家的长辈，这么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，你竟敢不听，而且见到长辈不打招呼，甚至都没邀请我们进去坐，这就是你的教养？唐潇嗤笑一声：“不好意思，从小唐云荣去得早，张江海死人一个，没人叫。”张双双的目光穿过唐潇的肩膀看向里面，刚好看到餐桌上的2碗面，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立刻兴奋起来：“好你个唐潇，你竟然敢在别墅里养其他男人！”说着，张双双做事就要往里面闯。如果能找到那个包养唐潇的人，这样就能找到唐潇的把柄。张老夫人和向兰芝显然也想到这块，3个人直接硬闯了进来。唐潇直接一脚踹飞了张双双，抓过向兰芝的胳膊：“
快速一拧，疼得对方立刻蹲在了地上。张老夫人见状，倒也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唐潇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张双双吃痛地捂着肚子。唐潇，你这是做贼心虚。那个男人是不是就在别墅里？就在这时，里侧房门缓缓打开，一个男人出现在了他们3个人的面前。第124章，张双双伸直了脑袋往里面看，结果看清对方的面容之后，瞬间一愣：“宫二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张老夫人和向兰芝2个人也明显感觉到诧异。宫傲白缓缓开口道：“我出现在这里有什么问题？”准确来说，宫傲白是唐潇的未婚夫，出现在这里确实没什么问题。宫傲白走到唐潇的身边，狭长的眸子带着森冷：“你们这是来欺负我家潇潇？”宫傲白的声音本就阴哑难听，再加上对方这与生俱来的压迫感，向兰芝和张双双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张老夫人还算镇定，说道：“二少说笑了，我们怎么会欺负潇潇？只不过家里出现点问题，想要潇潇帮个忙。潇潇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，肯定会帮助家里的，对吧？毕竟只有忠诚贤惠的女生，将来嫁入公家，才能帮助二少更好地管理公家的事情。”唐潇不屑一笑，这个张老夫人到现在都还在想着给他施压。对方这么说，不过是在告诉唐潇，不要在宫傲白面前留下坏印象，不然以后嫁过去，宫傲白对他有隔阂。唐潇刚要开口，宫傲白却率先说道：“我们宫家的事情，不劳你费心。张江海那么点困难都克服不了，还要靠潇潇的聘礼，那么宣告破产也罢，不过是一家上不了台面的小公司。”宫傲白这一番话，让张老夫人的脸瞬间青了又白。怎么说，张江海手底下管着100来号员工，在宫傲白眼里却不过是一家小公司。唐潇挑了挑眉，倒是挺满意宫傲白说的这番话。你们还有事？听到宫傲白这么问，张老夫人哪里还敢说什么，立刻摇头：“打扰了。”说完，张老夫人转身，带着向兰芝和张双双离开。站住！宫傲白再次开口，3个人又不得不停下脚步，看向对方。宫傲白的目光不带一丝情感：“以后不准来打扰潇潇，明白？”虽然宫傲白没说其他的，可是这里面的威胁却让人不寒而栗。张老夫人咬着牙，带着向兰芝和张双双离开，一起上了车。张双双心里不爽，这个宫傲白完全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，也不知道这个唐潇给他下了什么迷魂汤。向兰芝脸色也是不好看，他们现在是咬死了这8000万不松口。妈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张老夫人此时脸色也是难看。现在宫家二少摆明了站在唐潇那边，我们不能硬碰硬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宫家的人，那可就得不偿失。向兰芝气得咬牙，原本是等着这个时间点，带着相关部门的人逼着唐潇开门，逼着对方拿出聘礼，结果没想到遇到宫傲白，真的是倒霉。张双双冷哼一声，宫傲白长得那么丑，还是个瘸子，也就唐潇这个女人看上他。张老夫人道：“行了，今晚的事情不要说出去，毕竟这要是传出去，丢的还是他的脸。”见那些人走了，唐潇这才看向宫傲白，笑着说道：“刚才表现不错嘛，嘴巴挺厉害。”宫傲白微微扬起一丝笑意，不过是想替你撑腰。唐潇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心意我领了，不过这些人我不怕对不过，更不怕干不过，你这虚弱的身体养着吧。宫傲白笑了笑，没说话。第125章，唐潇来到餐桌边，可是桌上的番茄鸡蛋面已经坨了，看着都没什么食欲。可是唐潇竟然丝毫不在意，坐下继续吃。宫傲白抬手制止：“都冷了，别吃了。”唐潇却道：“味道还行，别浪费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口的铃声再次响起。唐潇皱眉：“还来？这次他可不会给他们开口的机会。”宫傲白说道：“是苏远，我让他送了换洗的衣服，顺便送来了吃的。”宫傲白起身要去开门，结果就被唐潇拦下：“你坐着，我去。”
唐潇起身去开门，对面站着的果然就是苏远。对方手中拎着好几个袋子，一个袋子里装着的是餐食。辛苦，进来吧。苏远却微微一笑：“我就不进去了。麻烦夫人和龚总说一声，我明早来接他。”行。唐潇拿着东西进来，却发现自己吃剩的那碗面已经被龚傲白拿去吃了。唐潇有些诧异：“那是我吃过的。”“我知道。那你这已经凉了，你吃刚送来的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要吃这个？你说过不想浪费。”唐潇看着龚傲白，似乎有些反应不过来，就因为自己的一句话，龚傲白就这么放在心上。他的几个师弟从来都没吃过他吃剩的东西，这个男人他不介意。龚傲白没抬头，淡淡道：“看我做什么，还不吃饭？”唐潇这才收回目光，打开外卖的袋子，才发现这是一家高级私房菜制作的饭菜，2荤2素外加一道汤，倒也丰盛。你也别吃了那面了，这么多菜我一个人也吃不下，你不吃的话也浪费。龚傲白放下碗，里面的鸡蛋面已经被吃光了。无妨，我胃口好。唐潇没阻止，吃了饭之后不放心，又给龚傲白把了一次脉，确定没啥问题之后，这才回到房间休息。龚傲白来到客房，这里的装修倒是简单，房间很干净，不像是有人住过的样子。他脱下衣服丢到一侧，进入浴室，缓缓摘下脸上的面具。面具底下那张丑陋的样貌，让龚傲白整个人越发阴鸷凶狠。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自己，龚傲白也曾发过火，将能砸的东西全部砸了。见过他相貌的佣人更是吓得尖叫出声，不敢和他对视。后来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龚傲白从此就戴上了这一副面具，一戴就是好多年。即便如此，可是众人远远看到他，依旧满是敬畏。可是龚傲白知道，即便他拥有如今的权势，那些人在背后还是会议论他不良于行，他相貌丑陋，永远有人会在他背后指指点点，更是没有人敢给他做媒。只有唐潇见到他非但不怕，甚至都没将他当作异类。取消婚姻也不过是因为不喜欢被安排，不是因为嫌弃他。龚傲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唐潇医治好了龚卓越，如今龚墨风也能起身行走，就缺关键药材到手，到时候又是那个光彩夺目的他，所以他也能恢复如初。第126章，一夜过去，唐潇习惯性早起，他平常懒得出门，所以将别墅的一处区域改成了健身房。等到唐潇运动结束，打算回房间洗个澡，刚好碰到打开房门的龚傲白。男人已经换好衣服，依旧西装革履，就像是刚刚从一场精英会议上下来。唐潇擦了擦汗，说道：“时间来不及了，你让你秘书接你出去吃，我洗个澡就要去学校了。”龚傲白点头：“行。”因为健身的缘故，女孩今天穿着健美背心加一件瑜伽裤，完美的勾勒出女孩的身体线条。她的腰很细，皮肤也很白，因为运动之后的缘故，脸色白里透红，一双眼睛仿佛也带上了水汽，看着十分的可爱。龚傲白不动声色地移开目光，轻咳一声，起身朝着客厅走去。唐潇没在意，径直回到房间。等到他出来，却发现餐桌上已经摆放着一份做工精致的三明治，这是苏远送来的。龚傲白却道：“我做的，你如果来不及，可以带去学校吃。”三明治里面夹着番茄、煎蛋和培根，确实是他冰箱里的食材。唐潇倒是没想到，龚傲白这种道上提起名字都会肃然起敬的男人，厨艺倒是不错。他不过洗了一个澡，就把三明治做好了。小看你了。唐潇将三明治放到包里，对方又递过去一瓶牛奶。我冰箱里可没牛奶，这个是苏远送来的。唐潇失笑：行，明明苏远都送来这些吃的了，干嘛不将早餐一起送了，还非要亲自下厨？不过时间很赶。唐潇并没有追问，收拾东西出门。我走了，你走的话记得锁好门。好。看着唐潇离开，龚傲白这才离开别墅，
上了车，苏远早早就在车内等着龚傲白。见状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夫人不需要我们接送。”龚傲白轻笑，他喜欢自己开车，随他。苏远忍不住道：“夫人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好酷。”龚傲白一只手放在膝盖上，轻轻敲打着。确实，小小年纪，书法被圈内人争相抢购，医术更是高超。那么多大夫束手无策，到他手里却是药到病除。就连龚墨风那么严重的疾病，所有医生说他都只有3个月的寿命，可是，在唐潇看来，却根本不当回事。很多人都喜欢豪车相送，可是唐潇却不以为意，每天直接拿过头盔，踩着机车就出门了，酷飒十足，不拘小节，不畏强权。对于张家对他的施压和不公平，他会反击。明明不过18岁的小姑娘，可是这思想、这能力远不是一般人能比。龚傲白看向窗外，心里有一股复杂的情愫升起，似乎不太妙。唐潇回到班级，刚刚坐下，一堆人就围了上来。高成睁着小眼睛，满是兴奋地看着他：“潇姐，昨天你和王凯冷他们比赛骑车，还赢了。”第127章，看对方的样子，就知道昨晚的事情此时已经传遍了整个 F 班。唐潇点头：“怎么？”高成立刻竖起大拇指：“潇姐，你这也太帅了吧！我听倪胜说，你后面还直接烧了对方的机车，你简直就是我偶像。这样，那偶像我不想再见到你那么烂的考试成绩，希望你以后努力。”高成瞬间就不说话了，抓抓脑袋站在一侧。倪胜在一边笑得十分大声。唐潇悠悠偷去一瞥，对方顿时捂住了嘴巴，偃旗息鼓。旁边的袁菲菲也忍不住说道：“那个王凯冷之前可没少搭讪我们学校的女生呢，之前有一次还想挡我的路，还好我家司机来接我。潇姐，你这一次出手，简直是我们所有男高女生里的英雄。”唐潇不以为意，以后遇到这种问题，先以安全考虑为主，能跑就跑，跑不过就往死里揍。如果一群人围殴你，你就抓一个人拼命揍就是了。你们下次再遇到这些问题，直接报警，明白吗？袁菲菲和邵盼福都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他。明白。邵盼福羡慕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和潇姐一样厉害就好了。”唐潇说道：“这有什么？你现在开始学也不迟。如果你需要，高考结束之后可以报名兴趣班。”说话间，唐潇拿出三明治和牛奶，咬了一口，味道还不错。看来这个男人厨艺也还行。见他在吃早餐，大家也没打扰，纷纷回到座位上。第1、2节课都是数学课，对方依旧按照自己的教案上课，不过很大一部分人根本跟不上。第1节课之后是个大课间休息时间，倪胜去了外面一圈回来，朝着唐潇兴奋道：“那个严强，现在看到我们就绕道走，太搞笑了。”唐潇头也没抬，将一沓卷子递过去，把它发下去，告诉大家，原因认真听课的听课，不愿意听课的做试卷。倪胜苦着一张脸：“潇姐，我刚刚跟你说的，你听到没呀？”唐潇点头，说完了。倪胜愣了下：“发试卷去。”下1节课的时候，不少人为了不做试卷，努力去听数学老师讲的课，发现怎么都听不懂之后，还是乖乖拿出了试卷。数学老师看到他们都在低头奋笔疾书，也没搭理，毕竟他对这个班级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他们不捣乱课堂秩序，不妨碍自己上课就行，自己上自己的，他们写他们的。这个年纪的孩子，不是乱涂乱画，就是传纸条。F 班的人不过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罢了。1节课之后，数学老师直接离开了班级。唐潇起身敲了敲桌面：“到点了，试卷给我。”胡叶一抓了抓脑袋，满面愁容：“潇姐，我没写完呢。”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：“我也是，我也没写完。”唐潇扫了一眼，速度太慢，再给你们课间10分钟，这些题不难，1节课的时间足够。众人听到唐潇这么说，课间期间愣是没一个人出去玩，甚至上厕所，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写试卷。
明明唐潇也没说写不完试卷会有什么惩罚，可是整个 F 班的心里莫名对唐潇有些敬畏，就连路过 F 班门口的人都愣住了。他们是在玩什么新的游戏？怎么整个班级都在奋笔疾书？第128章，该不会 F 班的人正在玩什么新的惩治人的游戏？大家不敢靠近，只能私下来讨论。很快，论坛里就传出南高最新恐怖游戏《死亡笔记》，整个 F 班现在都玩上了头，记人名字的本子是一本又一本。唐潇自然没理会这些言论，毕竟他可没时间管这些。现在 F 班的同学每个人都加大了作业量，完成的还不错，但是唐潇发现自己确实没什么时间每天给他们分析，需要去请帮手才行。今天的晚自习，林汉主动要给 F 班的同学们补课，唐潇趁机离开了学校，因为今晚是地下黑市拍卖龙鳞果的日子。唐潇去黑市已经是轻车熟路，只不过这一次龚傲白也要跟着一起来。唐潇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去做什么？黑市那边可不是什么正规拍卖场所，毕竟那个地方人多眼杂，有时候还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。龚傲白这手无缚鸡之力，只怕过去还需要自己保护他。”龚傲白说道：“你买龙鳞果是为了我哥，而且你还是我未婚妻，不管如何，我都应该跟着你。放心，我不会成为你的累赘。”唐潇摇摇手：“什么累赘不累赘的，我不爱听。你想跟着便跟着，和上一次来一样。”唐潇换上黑色的斗篷，戴着面具，再加上兜帽的遮挡，完全掩盖了面容。龚傲白为了掩饰身份，也收起了拐杖。唐潇临时给对方扎了几针。现在的龚傲白和常人一样，走路无益。两个人走到一处角落处坐下，等待拍卖会的开始。黑市拍卖会要求严格，都是会员制。唐潇的会员也是少谦帮他拿到的，一般人根本进不去。原本唐潇还想着带龚傲白去弄张卡，结果没想到对方已经拿到了会员卡，两个人顺利进去。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只不过大家都藏在了面具底下，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将自己今晚做的那些事情也藏入了黑暗之中。黑市拍卖会拍卖的东西自然也各式各样，一些市面上无法流通的保护动物、古董书画等等，甚至还有一些从地上挖掘出来的东西也拿到这里拍卖。只要黑市拍卖会愿意收，就能拿来拍卖。很快，拍卖会开始。第一件东西是一件某年代帝王将相穿过的衣服。唐潇对这些没兴趣，等得有些无聊，看着他们互不退让的样子，甚至都想拿着一把瓜子磕一磕。很快，拍卖环节逐渐进入高潮。终于，拍卖的人拿出了龙鳞果，一共有2颗，起步价300万。在场的很多人虽然不认识龙鳞果，可是也听过这次拍卖方的介绍，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好药材，吃了之后大补。一些名门权贵多多少少有些隐疾，眼下看到龙鳞果，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老仙丹，纷纷举起手中的牌子：350万、400万、480万、600万。龙鳞果的价格很快就被抬了上去。唐潇举起手中的牌子：800万。可是拍卖的人却还在不断举牌：850万、900万。唐潇举起手中的牌子：1000万。他之前的预算就是1000万，再高他可就抢了。龚傲白虽然看不清唐潇的神情，可是从对方身体的反应来看，小丫头似乎有些炸毛了。第129章。一想到他藏在面具下的那张脸气鼓鼓的样子，倒是有些可爱。这时，不远处的一个人继续抬起手：1100万。其他人慢慢的都不再出价，只剩下唐潇和对方。唐潇咬牙：1200万、1300万。唐潇低声咒骂一句，刚要举起牌子，旁边的龚傲白举起手中的牌子：3000万。一瞬间，周围纷纷投来诧异的眼神。主持人立刻说道：“这位先生出价3000万。还有比3000万更高的吗？3000万一次，3000万2次，3000万3次。”
恭喜，龙鳞果是这位先生的。唐潇不禁有些肉疼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干嘛呀？我本来打算1500万拿下的。”宫傲白也跟着低声解释：“这药本来就是为了救我哥，所以再贵也要买。”唐潇知道宫家有钱，可是再有钱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下面还有泛海灵泉和幽谷名花这2种草药没找到，宫傲白自己都需要冰魄之花，这些药材可比龙鳞果还珍贵。这样一趟下去，再雄厚的资产都支撑不了这么花钱。不过好在是买下了龙鳞果，今晚的任务也就结束了。眼看着拍卖结束，唐潇和宫傲白也隐藏在人群当中离开。等到出门上了车，苏远早已经在车上等着了，踩下油门，带着2个人离开。可是车子开了一条街之后，苏远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宫总，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。宫傲白头也没回，甩了他。是。唐潇立刻转身看向后面的玻璃，果然就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跟着，对方的车牌号明显是套牌，看样子他们是一出拍卖会就被人盯上了。苏远忍不住说道：“这些人的嗅觉还真灵敏，这样都能跟着。毕竟黑市拍卖会为了防止让人知道自己是谁，都是做足了伪装。”唐潇微微皱眉，看了一眼兜里的龙鳞果，是龙鳞果散发的气味。苏远疑惑：“我怎么没闻到？有一种鸟是找龙鳞果的最佳工具，他们对龙鳞果的气息十分敏感，很多人都是因为这种鸟才能找到龙鳞果。看来这辆车子里的人也拥有这种鸟，所以才能利用这种鸟跟踪我们。”苏远闻言，默默踩下油门，车子猛地一个急转弯，唐潇避之不及，直接倒在了宫傲白的怀里。抱歉，唐潇想要起身，可是因为惯性的作用，他竟然起不来。宫傲白揽住他的肩膀，将人扶好。谢谢。话音刚落，男人突然靠近，唐潇忍不住瞪大了眼睛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对方直接扯过他身体旁边的安全带给他系上。苏远道：“坐稳了。”唐潇只感觉有些热。另外，苏秘书，你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晚了？第130章，不得不说，宫傲白身边不养闲人。苏远虽然是秘书，可是开车的技术一流，很快就将对方甩在了身后。唐潇往后看了一眼，那辆车子已经不见了。宫傲白却道：“那波人想必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如果没猜错，他们就是在拍卖会上和唐潇竞拍龙鳞果的人，对方手上甚至还有唐潇说的那种鸟，所以这波人也是冲着龙鳞果而来，不会轻言放弃。”唐潇伸手咬破了手指，将血抹在包裹着龙鳞果的绒布上。宫傲白皱眉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唐潇不以为意，那种鸟虽然对龙鳞果的气味敏感，但是同样也对血腥的气息敏感。血腥的气味很容易掩盖龙鳞果的气息，这样对方就不会再追上来了。而且那种鸟也有一定的弊端，到了一定距离也是无法分辨出气息，我们只要远离就行。宫傲白看着他破了的手指，说道：“以后这种事情可以和我说。”唐潇擦了擦手，这么点小伤口，他平常喂药虫都不止这么点血，原本以为这样一来天衣无缝，结果下一秒砰的一声，车子经过一个路口，对方的车子竟然猛地冲了出来，直直地撞上了他们的车。还好唐潇有安全带护着，不然整个人早已经被撞了出去。苏远死死地抓着方向盘，稳定住车子，可是没成想对方前后夹击，不知道从哪里又冒出一辆车子，砰的一声，车窗应声而碎。下一秒，唐潇就被人紧紧地护在怀中，他只能感觉到对方身体的温度穿过衬衣传来，紧接着似乎有什么东西流淌下来。唐潇一愣，猛地抬头，却依旧被宫傲白死死地抱着。宫傲白，别动！很快，车子开始打滑，宫傲白的车子就被撞到了一根柱子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引擎冒出了白烟，动弹不得。车子总算停下，
驾驶座的苏远被弹出的安全气囊护着，没什么大碍。他晃了晃脑袋，立刻转身看着身后：“龚总、夫人，你们没事吧？”龚傲白这个时候才松开了唐潇，说道：“没事。”可是他松开唐潇的瞬间，一道鲜红的液体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。“龚总，你的额头。”龚傲白并不在意，无妨，刚刚玻璃不小心割到的，刚刚车窗玻璃炸开，龚傲白只是被划伤了，但是并不大碍。唐潇眉心紧紧皱在一起，看着男人额头上的伤口，伤口不大，却很深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2辆车子也打开，下来清一色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，对方来者不善。苏远神情微变，立刻打开了车门：“龚总、夫人，你们别下车。”接应的人很快就到。刚刚他们被跟踪的时候，苏远就已经联系了人，眼下对方也快到了。唐潇冷冷朝着身后投去一眼：“8个人，苏秘书战斗力如何？”龚傲白眼下依旧淡定：“还行。”唐潇没说话，从随身的兜里拿出一块手帕，轻轻擦去他伤口周围的血迹，再从兜里拿出一瓶药粉，忍着点。药粉撒上伤口上会疼，但是对止血有很好的功效。可是龚傲白只是眉心微微一皱，连一声轻哼都没发出。唐潇轻轻吹了吹，拿出面纱盖住。第131章，等下再去医院一趟，免得玻璃残渣没清理干净。说完，唐潇将手搭在了门把手上，作势要下车。龚傲白一把抓过他的手：“你做什么？”唐潇看了他一眼，太岁头上动土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苏远虽然是秘书，可是近身格斗却不在话下。唐潇推门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有3个人被苏远打趴在地，可是奈何对方人多势众，苏远腹部中了一腿，被踢得后退几步。紧接着，一个躺在地上的人突然捏着匕首从背后偷袭，千钧一发至极，唐潇直接捡起地上对方掉落的钢棍，朝着对方的肩上砸去。这一下疼得对方立刻丢下了手中的匕首，疼得紧紧捂住肩膀。苏远立刻回头看了一眼：“多谢夫人，行了，不搞这一套，打就完事儿了。”这些人显然没将苏远和唐潇放在眼里，毕竟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，看着就弱不禁风的，另外一个看着年纪不大，看上去不过是个女娃娃，对付他根本不需要费力。其中一个男人估计是他们的领队，上前说道：“交出东西，我可以让你们离开。”唐潇扫了他们一眼：“如果你们告诉我谁派你们来的，我倒是可以走轻一点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你没听过反派死于多话，别逼逼赖赖的，要上赶紧的。”对方脸色一冷，抬手，指使和中指并拢落下，做了一个进攻的手势。下一秒，其余的几个人立刻朝着唐潇和苏远冲来。唐潇在对方靠近的时候，直接从兜里撒出一把白色的药粉，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安眠药粉，只要吸入一点点，对方就能立刻倒下睡去。果然，吸入这些药粉的人瞬间身体一软，统统倒下。这样一来，对付他们自然轻松。很快，这8个人里面就只剩下为首的那个男人。唐潇一步一步朝着对方走去，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从兜里拿出了枪。别动！唐潇停在原地，目光紧紧地盯着对方手中的枪。夫人，苏远刚要上前，为首的男人直接朝天开了一枪。再敢动一下，我可开枪了！苏远被控制在原地，无法动弹。为首的男人举着枪，一步一步朝着唐潇靠近。把东西给我！唐潇装傻，你们到底要什么东西？为首的男人直接拿枪指着唐潇的脑袋。我劝你乖乖识去，不然我的子弹可不长眼睛。唐潇为了稳住男人，只好说道：“东西不在我这儿。”对方瞬间瞪大了眼睛，面目狰狞道：“一只手拿着枪，用力地指着唐潇的脑袋，眼看着就要扣动扳机。你玩我呢？”突然，对方一声哀嚎，紧接着就捂着手腕倒了下去。苏远立刻上前，将唐潇护在身后。“夫人，
你没事吧？”唐潇摇头，这才发现这个男人的手腕竟然被子弹打穿了。奇怪，在场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个人有枪？第132章，唐潇朝着身后看去，刚刚对方射出来的方向是他们车子停靠的方向，可是这里除了龚傲白，并没有其他人。苏远转身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我们的人到了。”唐潇朝着对方看着的方向看去，才发现一辆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了不远处。这些人的兜里都揣着家伙，其中还有一个人已经来到龚傲白身边。看来刚才开枪的是他。这里的人很快就被龚傲白的人拿下，交给手下的人负责。唐潇这是和龚傲白去了一趟医院，做了全面的检查，伤口的血已经止住，也没有玻璃残渣留在里面。去了医院，又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和包扎。苏远的身体有轻微的擦伤，不过并没有什么大碍。唐潇被龚傲白护着也没问题，结果到头来只是龚傲白受了伤。回去的路上，唐潇开口问道：“那些人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问出背后指使的人之后，再丢给警察。唐潇点头，背后的人肯定非同一般。他们知道龙鳞果的作用，且知道利用那种鸟寻找龙鳞果，估计来头不小，很有可能就是拍卖场上和我们竞争龙鳞果的人，要小心。明白。龚傲白送唐潇回去之后，手下的人这边也传来了消息，这群人确实是受人指使，但是背后的人他们表示不知道，自己也是拿钱办事。龚傲白冷声道：“告诉他们，如果发不出有用的资料，那就别想活着离开。”是。唐潇将好不容易得到的龙鳞果放到实验室的保险箱里，这里是别墅里最安全的地方，除非有他的指纹，不然根本不可能打开。刚刚打了一架，又去了一趟医院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唐潇简单的吃了点东西，又快速的冲了一个澡，闭上眼睛沉沉睡去。隔天，唐潇照常去了学校。到教室之后，他拿出手机给邵谦发消息：“二师弟最近在忙什么？怎么我联系不上人？”邵谦那边很快发来消息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个学术迷，经常做起实验忙得废寝忘食，哪里还会看手机？我上一次给他发消息，你猜他是多久之后回复的？1个月后。”唐潇合上手机，看来得自己亲自去找他才行。明天周末不用上课，倒是有时间。唐潇又起身去了校长室。侯家印看到唐潇来了，笑着说道：“找我有事？”唐潇点头：“之前你答应我，如果我能辅导 F 班的人，你就会给我紫阳朱砂。这个约定侯校长没有忘记吧？”侯家英点头：“不错，我确实说过，如果 F 班的人能在这次期中考有明显的进步，那是不是可以先将紫阳朱砂给我？”侯家印看了一眼唐潇：“你拿这个做什么？”唐潇没有解释：“我这人向来说话算话，我会帮助这群孩子一直到高考，但是我现在需要紫阳朱砂，所以这次的期中考试，如果他们有明显的进步，我是不是可以早点拿到我的奖励？”第133章，侯家印想了想，点头：“可以，不过我希望正如你所说的，是明显的进步，而不是糊弄我，明白吗？”唐潇点头，一言为定。离开校长室回到班级，结果却发现 F 班的人正兴奋地说着什么。唐潇走近，才听到倪胜他们在说下半个月学校里举行的篮球比赛。班级里的体育委员正是高成，此时正兴奋地排兵布阵。高成、倪胜、胡叶毅和任远个个都长得高，而且懒得打好，高1高2的时候都是篮球队的，只是因为高3了才不得不退下来，眼下难得还能再比试一场，众人自然是摩拳擦掌。邵盼福和袁菲菲几个女生也很是兴奋。袁菲菲看着唐潇，瞬间眼睛都亮了：“潇姐，你有没有兴趣来当啦啦队？”唐潇头也不抬：“没兴趣。”袁菲菲不气馁，劝说道：“潇姐，你这相貌，你这身材，肯定是最美啦啦队，你就参加嘛。”“没兴趣。”邵盼福跟着劝说道：“可是潇姐，这最靓啦啦队可以加分。”
唐潇问道。加分。邵判府点头。是啊，这一次篮球队的比试还有啦啦队，都是有分数的。第1名的教室门口会挂着流动红旗。我们 F 班已经整整2年没有轮到流动红旗了吧？原本我们大家也不在乎，可是这一次和我们比试的是D 班，男生们个个都像是打了鸡血似的，已经在商量着战术以及课后怎么训练了。我们就想着赢一次。旁边的人员此时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说道：“就是，反正都是赢，为什么不能是我们？”唐潇继续低头：“好，你们努力，我就不参与了。”没有想到唐潇是油盐不进，大家面面相觑。终于，倪胜站了出来：“潇姐，如果这一次你参加，我愿意多做1张试卷。”唐潇气定神闲地翻看着手中的资料，悠悠道：“你以为你能逃得了？”倪胜想了想，继续说道：“潇姐，那这样好不好？以后我们愿意每天都做1组高考试卷，绝不抱怨。”高成连连点头：“对，绝不抱怨。”唐潇轻笑一声：“你们到现在还觉得考试是为了我？”倪胜是个人精，闻言立刻摇头：“当然不是，高考可是关乎我们一生的事情。我们自己自然要努力学习，但是潇姐你也知道我们基础差，每天做试卷肯定有怨言，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这次啦啦队，那我们也可以全力以赴考试。”唐潇把书本刻上，缓缓道：“如果我给的试卷你们不好好做，你们死定了。谁也不能拿这个来跟我谈条件。”众人无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希望是破灭了。没想到唐潇继续说道：“要我答应也可以，这一次期末考试，我要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进步，平均分给我上去，能做到吗？”倪胜抓了抓脑袋：“潇姐，这期中考试也没多久了，是不是有点高难度？”唐潇悠悠头去一瞥，没说话。倪胜立刻举起手：“我保证做到。”第134章，唐潇将身体往后一靠：“其他人呢？”“保证做到。”唐潇点了点头：“行，你们既然答应了，那就要做到。如果谁做不到，那么谁就跟我的小黑共处一室一天，明白吗？”胡叶一疑惑：“小黑？”唐潇抬起手，一只黑色的小蛇突然从对方的袖口钻了出来，缠绕在他的胳膊上，悠悠吐出蛇信子。所有人立刻后退2步，惊魂未定地看着唐潇。这随身携带黑蛇，还把它当宠物，不愧是潇姐。唐潇冲着众人微微一笑，绝美精致的五官露出一个顶好看的笑容，可是说话的出却让人脊背发凉。“那就说定了，我的小黑很久没有交朋友了，你们来找他，他会很开心的。”人员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意：“我们都会努力的，他们会努力学习，肯定不会给这条黑蛇机会。”第2天，唐潇直接开车去了临城大学，指明要找萧云。大家还以为他也是萧云手里的学生，说道：“萧教授最近在赶一组实验，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你稍微等会，或者明天再来。”唐潇问道：“他在哪里做实验？我去找他。我有个实验数据要给他，关乎他这一次的实验。少了我这组数据，只怕实验会失败。”听到唐潇这么说，对方自然不敢耽搁，立刻将唐潇带到了实验室的教学楼外。但是这里进出刷卡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卡，他无法进去。帮唐潇带到这里的人说道：“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你联系萧教授，让他把门禁卡给你。”唐潇抬头扫了一眼楼层，不是很高，而且楼墙外都有很好的借力点。“行，我知道了。”唐潇这般干脆的模样，并没有人怀疑他。等到对方走后，唐潇试着给萧云又打了一个电话，还是无人接听的状态。他的二师弟萧云是个工作狂，忙起来就顾不上1日3餐，更别说休息看手机了。唐潇小的时候跟着萧云一起玩，结果萧云看唐潇在炼药方面十分有天赋，便将他带到了实验室。2个人一做起实验来，都是忙到昏天暗地，对于外面的动静一点都不知道。等到实验结束，唐潇才感觉到肚子饿，
累到走路都走不动。那个时候他也不过10岁，被萧云抱着离开实验室，结果就被师傅一顿臭骂。原来大家伙儿找他们找疯了，电话打不通，又没在平常游玩的地方。也有人去实验室找过，可偏偏那个时候唐潇和萧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炼药，错过了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。所以唐潇太清楚自己的二师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也放弃了打电话，直接来到一处墙壁外，踩上了周围的墙体。第135章，紧接着是第2步、第3步。等到有人发现之后，唐潇已经爬到了5楼的窗外。萧云的实验如今正到了关键的步骤，可是每次到了这一步，得出的数据总是有问题。萧云是个不服输的人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，非要找出问题所在。所以他关闭手机，也断了外界的联系，颇有闭关的样子。结果就在萧云等着实验出来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了有人敲玻璃的声音。萧云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玻璃再次被人敲响，萧云这才猛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结果就看见唐潇就像是一只壁虎般趴在墙上，露出一颗脑袋和他打招呼。萧云立刻打开了窗户：“潇潇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！”萧云立刻将人接了进来，又往下看了一眼，皱眉道：“你也太胡来了，什么安全设施都没做，竟然就徒手爬上来了。”唐潇笑了笑，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：“你们实验楼这块还挺好攀岩的，不需要借助外力。”萧云却说道：“那怎么行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以后不准再做这么危险的举动了。你来找我，给我打个电话不行？”唐潇忍着翻白眼的冲动：“你还知道电话呢？你又忙得关闭手机，和外界断了联系，我不这样怎么找你？”萧云尴尬地笑了笑：“这不是日子特殊吗？我这一组实验每次都卡在关键时刻。”闻言，唐潇拿来了实验报告，查看上面的数据。笔，萧云立刻递上去一支笔，只见唐潇直接划掉了一组数据，重新提笔写下一串化学公式。“你试试这个。”萧云仔细地看着唐潇写的化学公式，不一会儿瞪大了眼睛，恍然大悟：“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不愧是我们潇潇。你等等我，很快很快的。”唐潇倒也没阻止，他自然清楚萧云的性格，也就随他去了。他开始独自逛着这间实验室，等待着对方的实验结束。1个小时之后，萧云兴奋道：“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！”萧云忍不住笑着说道：“潇潇，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！我现在就去把这组实验……”“等等！”唐潇把人拦住：“我先把我的事情说了，你再去忙。”萧云一拍脑袋：“对对对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你说吧，怎么了？”唐潇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找你借几个人。”“什么人？你这里有没有谁数学好点、语文好点、英语好点、理综好点的？借几个人才用用？”萧云一脸疑惑：“你这是碰上什么世纪难题了？还是说你这是和什么人斗智斗勇？不对呀，谁能在这方面比得上你呀？你当初可是小小年纪就被天才班录取的，怎么？你对手也是1/1000的天才？”唐潇失笑：“什么呀？我现在是南丰贵族高中的学生，我所在的班级他们读书成绩太差了，我打算给他们找课外辅导，我没什么精力一一教他们。”萧云听到他这么说，这才点了点头：“行，我让我们这边的几个教授过去，他们可都是桃李满天下的人，平常不轻易出山。”唐潇制止：“随便来几个你的学生就行，目前那些人基础太差，你就算大罗神仙请过去也没用，打好基础了，再把他们请来。”第136章，萧云有些哭笑不得：“就为了这事儿，你特意跑一趟？”唐潇故作幽怨地看着他：“还不是你电话一直打不通，联系不上？”萧云宠溺地摸了摸唐潇的脑袋：“好，以后我给咱们潇潇设置专属铃声，再也不错过你的电话，好不好？”唐潇双手环绕在胸前，故作严厉：“你放尊重点，我可是你大师姐。”“是，我知道了。”唐潇虽然入门早，
可却是几个师弟们照看着长大的，每个人对唐潇都是十分的宠溺。萧云说道：“听阿谦说你下山了，现在在这边住的习惯吗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，尽管提。”唐潇点了点头，现在一切都好，放心吧。萧云仔细盯着唐潇看，这小脸蛋想说他受苦饿受了都难。于是拿出一张卡，这是我的工资卡，你拿着。唐潇笑了，你们每个人给我的零花钱我都花不完，这卡我就不要了，不然被其他几位知道，又要比拼了。他几个师弟平常天南海北散落四方，可是一听到谁给唐潇送东西了，其他人也不会落下。还记得曾经有一次，少谦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对翡翠玛瑙，给唐潇做了手镯。唐潇当时觉得挺好看，便发了朋友圈。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，其他人纷纷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，直接堆满了整个房间。自此之后，唐潇便不让他们再胡乱破费。萧云见对方不收，也没说什么，当即给他联系了几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。这些学生家境一般，平常都是勤工俭学，周末的时候还要去做家教，对辅导学生成绩也有一定的经验。几个人来到实验室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听到是唐潇云让他们帮忙辅导高三的学生，便答应了。唐潇说道：“距离高考没几个月了，但是这些人的基础很差，还劳几位费心了。”几个人连忙摇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试试。”唐潇问其中戴眼镜的男生：“你们平常课后辅导都是多少钱1个小时？”对方没有想到唐潇这么问，便说了一个市场价。我们这些大学生课后辅导一般的价格在100到210节课，这些要看辅导对象的年级。高中一般就是200。唐潇点点头：“我给你们510小时，按照语数英物理化的顺序，一个人1天，1天2小时，可以吗？地点在南丰贵族高中，因为下课时间较晚，车费报销，还管1顿晚饭。当然，价格不合适，你们也可以提，我们可以商量。”几个同学原本以为萧云和其他老师一样，叫他们过来就是免费帮忙的，哪里想到还能有这么高的时薪，这样相当于他们1周只需要补课2小时，就能赚到1000块，一个月怎么说也有4000。现在做课后辅导可不好做，只有周末才有需要，平常他们都是去附近一些快餐店打工，1小时能有8块钱都算高的。现在唐潇给出的价格，他们自然是想都不敢想。几个人脸上都显示出难以置信，立刻点头答应，生怕唐潇回头反悔了。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准备了合同，让他们看清楚合同里写的内容，确定没问题之后签字。几个人没犹豫，毕竟他们也相信萧云锦。签了合约之后，唐潇便让他们今晚就按照顺序来辅导，其他时间他们随便做什么。一切搞定之后，几个学生满是雀跃地离开了实验室。萧云笑着说道：“我们潇潇还是这么替他人着想。”第137章，这些钱对唐潇来说不算多，可是他不想过分哄抬市场价，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行了，事情搞定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送你。萧云生怕唐潇再次爬墙壁，带着他从楼道走。师傅有联系你吗？唐潇摇摇头，他自从说了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就再也没回来过，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旅游呢。萧云笑着摇摇头，师傅还是和当年一样，又或许在哪里挖掘什么稀有草药呢。对了，我听说最近有人花重金找泛海灵泉和幽谷名花，是你吗？唐潇诧异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稀有草药？一般人闻所未闻，又怎么可能大肆寻找？所以我猜测极有可能是你。我这里有个信息，或许会对你有帮助。唐潇一顿，什么？萧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我记得泛海灵泉当初好像在临城出现过，只是众人对他知之甚少，所以当时新闻出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多少人在意。二师弟呀，以后你能早点告诉我吗？这些天别说龚傲白了，他都花了不少精力，
可是却没有一点动静。萧云抓了抓脑袋，我原本想早点告诉你的，这不是一忙起来就忘记了吗？唐潇深吸一口气，行，是我应该早点来的。离开萧云的实验楼之后，唐潇迫不及待拿出手机，立刻调查泛海灵泉的新闻。结果整个网页上就一条新闻关于这个，大概是某企业合作，拿出泛海灵泉当作贺礼。就是这个，他点开照片，看见2个合伙人握着手，对着镜头露出笑意。这2个人他并不认识，不过龚傲白久经商场，或许认识也说不定。这般想着，唐潇立刻给龚傲白打了一个电话。此时办公室里气氛十分低沉恐怖，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，低头紧紧地看着手中的报告。龚傲白坐在办公椅上，没说话，一页页地翻看着手中的报表。结果没看几页，手中的报表直接被丢到了桌面上，发出一阵清脆的声响。龚傲白缓缓道：“这么简单的一个季度报表，连着3份都出现数据错误，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？”众人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。原本今天不是开例会的日子，所以有些人就想着得过且过，不到紧要关头懒得仔细做报表。结果没想到龚傲白突然开会，还要求查看报表，他们只能匆匆整理出一份。可是这没核对过的报表，不是小数点错误，就是计算错误。这些数据，他们计算的脑袋都快炸了。更可怕的是龚傲白超强的心算能力，几乎看一眼就计算出了精准的数据。他们的错误在龚傲白面前无所遁形，眼看着就要失业了。众人的脸色越发难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电话铃声响起，所有人都屏息凝神。谁在开会的时候不静音？这不是找死吗？结果1秒钟之后，龚傲白竟然拿出了手机。第138章，这是龚傲白给唐潇定制的专属铃声，哪怕他的手机静音了，对方的铃声依旧不受影响。众人忍不住偷偷去看龚傲白的反应，明明对方戴着面具，可是众人却还是能察觉对方在接起电话的时候，语气明显变得柔和了。喂，龚傲白，我找到一张照片，拿给你看看，你有没有时间？好，我在公司等你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挂断电话，唐潇直接朝着龚傲白的公司开去。男人挂断电话，抬头看向众人，在座的人瞬间脊背僵硬，等待着龚傲白的宣判。还坐着做什么？众人一愣，这些报告有问题，难道还需要我亲自去修改吗？众人立刻起身，拿回自己的报告。其余人没有被看到报告，心里暗自窃喜。龚傲白继续说道：“下一次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自己去财务室结算公司。”是。龚傲白说完，起身离开了会议室。此时站在会议室里的人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快感，没想到他们这一次竟然没有被扫地出门。如果是之前，他们哪里还有下次机会？看来刚才那个电话绝不是一般人。唐潇骑着摩托车，直接来到了龚傲白的公司楼下，摘下头盔放到把手上，直接朝着里面走去。结果没走2步就被人拦了下来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找龚傲白。没想到对方竟然直呼龚傲白的名字。前台的人上下打量了一眼唐潇开，说道：“想要见我们总裁，请问有预约吗？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。”说完，唐潇继续朝着里面走，结果没想到再次被拦下了。对方冷笑一声，脸上的神情带着嘲讽：“小姑娘，我看你年纪也不大，怎么胆子这么大？你给我们总裁打过电话了？呵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让他亲自来接你呢？行了，这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，赶紧走吧。”唐潇眉心微皱：“我真的和龚傲白联系过了，不信你自己查。”前台的人自然是不相信，毕竟来找他们总裁的人很少，平常都是需要通过秘书预约才能上去。这里一个小姑娘上来就说自己和龚傲白联系过，这不摆明了撒谎。前台的人冷声道：“请你出去，不要耽误我们工作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”啧。唐潇有些不耐烦，
怎么见个宫傲白都这么费事？宫傲白难道没告诉你我是谁？”前台嗤笑一声：“哦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他未婚妻。”第139章。听到他这么说，前台的2个女人笑得更大声了。“你是宫总的未婚妻？那我还是宫家姑奶奶呢。识趣的赶紧走，别来闹事。”唐潇看了他们一眼：“你们说什么？”其中一个女人就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笑话一般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“呵，你真的是撒什么谎不好，非要说自己是宫总的未婚妻。你知道我们宫总什么样吗？竟然这么大言不惭，只怕你见了他的样子，回去就要做噩梦。”哈哈哈哈！唐潇看着他们嘻嘻哈哈的嘴脸，冷声道：“你们不过一个前台，这么议论自己的老板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”对面一个短发的前台闻言不屑地笑了笑：“哟，这还真的把自己当根葱了，竟然敢对我们说教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”这时，一个女人朝着这边走来：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蔡主管，你来得正好，这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，非要朝着见宫总，被我们拦下了，还在吹牛呢。”蔡美丽朝前走去，看着唐潇，将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唐潇。”唐潇只感觉对方眼熟，可是具体的想不起来。对方听到这个名字，愣了一瞬，下一秒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的光：“我们宫总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想见就能见呢，把人给我赶出去。”2个前台立刻点头：“好的，蔡主管。”唐潇有些不耐，眉心皱在一起：“我说了，我联系过宫傲白，不信你们可以给他打电话，就说我来找他了。”蔡美丽鄙夷地看了唐潇一眼：“如果大家都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他们前台的工作还怎么做？宫总平常还要不要处理公务，每天和前台核对信息得了？我是看不明白了，一个高中的女生不好好学习，跑到这里非要见我们宫总，怎么就这么不想读书？想着一飞冲天了，穿的倒是人模人样，可是这骨子里还真的是轻贱。”唐潇冷冷头去一瞥，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丝笑意，他伸手拍了拍蔡美丽的肩膀：“你竟然知道我是高中生，看来我们认识。”蔡美丽一把推开了唐潇，嫌弃地拍了拍自己刚刚被拍过的地方：“我是黄梦梦的阿姨，就你这种学渣败类，平常欺负同学不说，小小年纪就想着靠色相，你看看你穿的，跟出去卖的小姐一样。你家里人就是这么教你的？”“哦，不对，我听梦梦说过，你没妈，没娘教，所以才这么粗鄙不堪。”唐潇抬手直接给了对方一拳，蔡美丽被打得直接倒在了地上，一瞬间吐出一口鲜血，甚至还掺杂了一颗牙齿。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唐潇：“你！”前台见状，立刻拿起对讲机，用尖锐的嗓音喊道：“保安，你快来！这里有人打人了。”另外一个前台急忙将蔡美丽扶起：“蔡主管，你怎么样？”蔡美丽恶狠狠地瞪着唐潇：“我要告你！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没完。你之前打了梦梦，现在又打了我，这牢你是坐定了。”唐潇目光悠悠看了他一眼：“我等着。”下一秒，蔡美丽突然感觉浑身奇痒难耐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爬过似的。哎呦，好痒！这痒痒遍布全身，偏偏她朝着后背抓去，却怎么也抓不到。前台忍不住道：“蔡主管，你这是……”此时蔡美丽也顾不上被打的疼痛，对着身边人说道：“快点帮我挠挠，我痒死了。”等到保安冲进来，就看到2个前台围绕着满嘴是血的蔡美丽抓痒痒，而旁边站着一个十分清秀的小姑娘，正在打电话。第140章，唐潇拿着手机：“我揍了你公司的人，没事，我来接你。不问问我为什么揍人？”宫傲白起身朝着电梯走去，闻言低声笑了笑：“肯定是他们做错了事情。”唐潇颇为满意：“还行，至少下梁歪，上梁没有不正。”放下电话，这边保安已经朝着唐潇走来：“这位小姐，请你离开。”2个前台此时看着唐潇，眼神里满是畏惧和愤怒：“还那么客气做什么？
这种人赶紧给我赶出去！以后你们也好好看着点，别什么人都让他们进来，真的把我们公司当什么收容所吗？保安被指着鼻子骂了一通，也不敢说什么，拉着唐潇的胳膊就要往外走。放开！唐潇冷声开口，目光扫了他们，眼神凌厉。两个保安没想到一个小姑娘的眼神竟然可以这么有气势，一时之间竟然动弹不得。前台急了：“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？公司请你们过来是当摆设吗？两个大男人连一个小姑娘都搞不赢，公司请你们吃白饭的。”两个保安被说的不敢反驳，刚要继续拉着唐潇离开，结果没想到电梯的门在这个时候打开了。所有人都朝着电梯的方向看去，却看见宫傲白正朝着他们走来，而身后跟着秘书苏远。平常他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宫傲白，他都是乘坐专属电梯到办公楼。可是宫傲白的身份特征太明显，他们想认不出都难。一边的蔡美丽看到宫傲白，顾不上身上的痒痒，急忙朝着对方告状：“宫总，这里有个女人，她不讲理，非要闯入我们公司不说，还打了人。”话音刚落，蔡美丽再次感觉身体开始剧烈的痒痒，偏偏自己又抓不到，只能靠着柱子摩擦。在场的人都傻眼了，这个蔡美丽不会脑子有问题吧？前台率先反应过来，说道：“宫总，刚刚有个没长眼睛的女人进来就说要找你，被我们拦下了，还对蔡主管动手。”“是啊是啊，我们不过说了2句，这个女人真的好可怕。”谁知宫傲白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而是走向唐潇。“没事吧？”两个前台对视一眼，瞬间感觉大事不妙，立刻选择了闭嘴。唐潇摇头：“没事，倒是有几个人嘴巴太脏，被我教训。”宫傲白点头：“做得好。”唐潇说的谁？宫傲白心里自然清楚，他朝着苏远使了一个眼神。苏远会议：“你们几个都去财务室结算工资，不用来了。”蔡美丽瞪大了眼睛，连忙说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可是公司主管，怎么可以说开就开？”蔡美丽原本想走近几步讨要说法，结果没想到离开了柱子摩擦，浑身再次奇痒难耐，忍不住对着柱子又是一阵摩擦。眼下他也顾不得姿态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两个保安都忍不住避开了视线。两个前台此时反应过来，立刻笑着说道：“误会，都是误会。”其中一个长发的前台说道：“这位小姐，我这也不过是履行前台的职责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对不对？”“是啊，总裁夫人又怎么会和我们这些无名之辈置气呢？这不是折损了你的面子吗？我们呢都是误会，这也不能全怪我们，毕竟我们也是不知者无罪。下次我们就记住了，肯定不会再犯这个毛病。”第141章，唐潇冷冷扫了他们一眼：“做什么工作就做好该职责范围内的事情，像你们这种虚溜须拍马，出问题了不在自己身上寻找问题，将过错推到别人身上的人，公司留着你干什么？”苏远这边上前一步：“需要我带你们去财务室。”两个前台这才悻悻地往前走，两个保安自认倒霉，也跟着上去。“等等！”两个前台还以为唐潇改变了主意，立刻笑着说道：“总裁夫人，您这是有什么吩咐？”唐潇冷笑一声：“没你们的事。”说完，唐潇对着宫傲白说道：“这两个保安尽职尽责，不需要开除，倒是这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人，都给开了吧。”宫傲白点头：“都依你。”两个保安感激地看了一眼唐潇。刚才他们还担心自己也要被炒鱿鱼，蔡美丽还是不愿意。“不行，是他们打了人，你们怎么可以开除我？我不答应，我不答应！”两个保安十分尽责地将人拎了过来，一瞬间耳边吵闹的声音消失。宫傲白伸手牵起唐潇的手：“我们走。”唐潇愣了一瞬，低头看着对方牵着自己的手。男人的手很大，指关节分明，手指纤长，刚好可以包裹住他的小手。唐潇第一反应是想要挣脱开，宫傲白却已经牵着他的手上了电梯。算了，都是未婚妻了，他也小孩子，牵个手怎么了？
到了办公室，苏远并没有跟着进来，而是过了1分钟之后，端着一堆吃的进来，冰激凌、薯片，外加一个小蛋糕，还有一些巧克力，都是小女生平常喜欢吃的。唐潇忍不住看了一眼龚傲白，这是你的下午茶。龚傲白微微勾起一丝笑意，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下午茶。唐潇没忘记正事，拿出手机，点开保存下来的照片，这里面的人你认识吗？这2个人和范海灵泉有关，找到他们，或许就能找到范海灵泉了。毕竟这是挺多年前的新闻，再加上照片也不是高清，所以龚傲白辨认起来还是需要点时间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2个人如今都已经退休，很少与外界联系了。我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他们。好，唐潇也不着急，坐在沙发上吃着冰激凌，拿着苏远送来的平板玩游戏。龚傲白坐在办公室里打了一个电话，半个小时之后，电话那头得到了回复。唐潇放下平板，怎么说？其中一个人暂时联系不上，但是另外一个我得到消息，有个人曾经和对方合作过，或许能帮忙。唐潇好奇，谁？龚傲白说道。你也认识徐卓年。第142章。龚傲白指着照片中左边的这个人说道：这个人名叫季建章，现在的辉明集团就是他创建的，眼下他已经退休，公司是由他的儿子季朝成继承管理。辉明集团主要负责餐饮行业，而徐卓年之前和这家公司长期合作餐饮包装这块的服务。你也说过，这范海灵泉是世间少有，只怕我们开口，对方不肯轻易交出来，倒是可以让徐卓年帮这个忙。唐潇点头，没问题。既然已经得出了结果，唐潇起身就要走。龚傲白却道：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你就算找到了徐卓年，再去找季建章也不合适，不如明早再去，这个时间点再过去，等找到徐卓年，估计天都黑了。唐潇一想，也觉得有道理，便点了点头。行，听你的。龚傲白看了眼时间，你休息一会儿，还有2个小时我就下班了，到时候一起吃个饭。顿了一瞬，龚傲白继续说道：我知道有家店，味道还不错。唐潇倒是随意，行。不过他还是先给徐卓年打了一个电话，对方接起电话，听到是唐潇的那一刻，瞬间笑意盈盈。唐潇同学，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唐潇不是个拐弯抹角的性格，直接开门见山道：上次救了徐子瑶，你们答应为我做一件事情，不会反悔吧？徐卓年当即说道：自然不会，你这是想好要什么了？你应该认识辉明集团的老板季朝成吧？认识。怎么了？我有件事情想要季家帮忙，你做个中间人，介绍我们认识。徐卓年知道唐潇肯定不是一般人，原本以为对方之前帮助徐子瑶，至少会要个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，哪怕是整个徐氏集团，他也二话不说拱手相让。结果没想到对方只是让他牵线搭桥，做个中间人。徐卓年自然同意。行，这个包在我身上，你想什么时候？我安排一下，越快越好，最好明天。徐卓年一口答应下来。好，那就明天。挂断电话，唐潇重新坐回沙发上玩游戏。2个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里，谁也没有打扰谁。几分钟之后，龚傲白起身：我有个会，你就在这里坐着，没人会来打扰你。唐潇点了点头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平板。游戏里的小人眼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很危急。龚傲白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，离开了办公室。1个小时之后，会议结束，苏远拿着文件进来：龚总，这是最新的。龚傲白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苏远立刻闭上嘴巴。龚傲白伸手接过文件：你先出去。苏远微微颔首，离开了办公室，并且让助理等人在下班之前都不要进去办公室打扰龚傲白。唐潇睡着了，纤瘦的身体蜷缩成一团，除鸦般的羽结落下一层淡淡的莹莹。
肤色白皙如凝脂般吹弹可破。睡着之后的唐潇倒是少了几分平日里的冷漠，多了几分稚气未脱。宫傲白看了一眼，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对方的身上，然后回到办公桌边继续办公。等到唐潇醒来，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多了一件衣服。刚睡醒的他有着一瞬间的睡眼朦胧，无辜地朝着宫傲白的方向看了一眼。宫傲白迎上对方那双无辜又懵懂的眸子，轻咳一声，醒了。第143章，唐潇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是睡着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我睡了多久？没多久，不到1个小时。宫傲白起身，饿了吧？带你去吃饭。唐潇倒不觉得有多饿，可是跟着宫傲白去了餐厅之后，闻到那些饭菜的香味，才发现自己真的饿了。这家店的老板显然是认识宫傲白，直接将他带去了包间。二少，包厢都给你留着呢，还是老样子。宫傲白开口道，把菜单拿给他看看。老板显然是个聪明人，立刻拿来了菜单，笑眯眯地递了过去了。唐潇看了眼，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这个手抓扇子骨是我们这里的招牌，还有这道蝴蝶鲈鱼、荔枝虾球、脆皮五花肉都挺不错。唐潇点了点头，都上。说完，他又将菜单递给宫傲白，对方加了一道汤，外加一道菠萝炒饭。店老板立刻拿着菜单下去了。宫傲白开口道：“刚才你打电话是想着明天去见季建章？”唐潇点头：“我怕迟则生变。之前有人来抢龙鳞果，那就有可能也来抢这泛海灵泉。”宫傲白看了唐潇一眼，不得不说，唐潇的心思很敏锐。上次那批人倒是透露了一条信息。唐潇好奇，什么？有人花重金来抢龙鳞果，是他们知道我们宫家需要？唐潇微微皱眉，对方怎么知道是宫家的人需要？他们去黑市买药，打扮得那么严实，却发现了。宫傲白不紧不慢地抿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我现在丢了一个苹果，那么藏起苹果的人自然知道我现在在寻找什么。同样，因为宫家这段时间大范围的在寻找泛海灵泉和幽谷名花，那么结合龙鳞果，这背后的人不难猜出我们想要做什么。”唐潇忍不住瞪大了眼睛：“你的意思是？不错，当初给我哥下毒的人可能出现了，他或许都没想到有人竟然会解这个毒，所以发现我们开始出手，他们便采取了行动。”唐潇眼底逐渐浮现出一丝玩味，看来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宫傲白轻笑一声：“你不怕这人会下毒，会解毒？我倒是很想会。而且你们兄妹3人皆中毒，肯定和这背后的人有关系。既然这样，对方肯定和这荼蘼花吊坠有关。”唐潇越说越兴奋，恨不得现在就出门将对方揪出来。宫傲白说道：“现在敌暗我明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明天你拿泛海灵泉，不一定能拿到，我陪着你一起去。算了吧，如果真的都不一定能拿到，那你去了也没用。”唐潇想过了，这泛海灵泉可是好东西，一般人自然不愿意给，到时候对方不给，那就避免不了采用一些极端手法，而宫傲白并不适合，所以唐潇并不打算带着他。宫傲白看着唐潇，语气颇有些无奈：“去了别打架。”唐潇，这人是会读心术吗？第144章。很快，店老板就端着餐食上来了。唐潇尝了一口，发现味道确实不错，只不过这私房菜穷讲究什么色香味，每一份菜的分量不是很多。唐潇吃了没几口，便感觉一道菜见底了。不过让唐潇没想到的是，店老板又端进来很多菜肴，很快就放满了一桌。唐潇诧异，这是？店老板笑着解释：“二少吩咐让上的，您先吃着，不够再加。”唐潇忍不住看向宫傲白：“可以呀，你有点眼力劲儿。”旁边的老板诧异地看着唐潇，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宫傲白，没想到唐潇这么和宫傲白说话。对方倒是一点不生气，眼神里甚至还带着几分笑意。看来这个唐潇绝非一般人，店老板自然不多做打扰，
再次轻手轻脚地退出去。他计算着时间，在他们快要吃完的时候，又送上来一份甜品，是芒果班戟。唐潇倒是对此很喜欢，哪怕已经吃得很饱，还是忍不住将这些都吃了。宫傲白看他喜欢，便又让人做了一些打包带走，可以让唐潇回去吃。开车送他回去的路上，宫傲白忍不住再次嘱咐：季建章不是轻易可以动的人，明天确定不让我跟着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个粗暴的人，脑子里又不是只想着打架一件事情。宫傲白看了他一眼，有问题给我打电话。行。到家之后，唐潇直接开门下车，潇洒地挥了挥手，时间太晚了，就不邀请你上来坐坐了。再见。宫傲白无声笑了笑，让司机开车离开。隔天，唐潇打开房门，徐家安排的车子已经到了。唐潇靠近，发现副驾坐着徐卓年，而后座还坐着徐子瑶。徐卓年解释道：今天周日，学校不用上课，这小子昨晚听到我的电话，非要跟着过来。唐潇同学，你不介意吧？唐潇直接打开后座的车门，用沉默代替了他的回答。到时候别拖我后腿。徐子瑶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，对方这是和自己说话，立刻说道：你可别看不起人，我当然没问题。唐潇没说话，只是坐着看向窗外。徐卓年热心道：唐潇同学，你可以休息下，大概1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到了。1个小时还不算远。唐潇闭目养神，徐子瑶拿出手机，疯狂输入：你们猜猜我和谁在一起？但是想想，又把这句话给删掉了。毕竟上次被唐潇整得挺没面子的，现在出去炫耀，岂不是会被人笑话？但是这个唐潇找那什么季建章做什么？听徐卓年说，这个季建章可不简单，一般人根本见不到他。如果不是徐卓年这些和辉明集团有合作，只怕他们也没办法牵线搭桥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徐子瑶这一次才缠着徐卓年非要跟来看看。时间还早，徐子瑶却兴奋得不行。终于，车子停下了。徐子瑶刚要叫醒唐潇，结果对方却已经睁开了眼睛，眼神清明，根本不像是刚刚睡醒的样子。徐卓年说道：到了。第145章，开车的人是徐卓年的秘书陶准，对方从后备箱提着不少保健品，跟在他们的身后。徐卓年介绍道：我昨天打听到消息，季建章原本是在外度假的，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回来了，在这几家老宅闭门不出。消息准确吗？徐卓年点头，消息肯定没问题。有人看到季朝成这段时间都没回自己的住处，而是来这里。唐潇跟着徐卓年进入季家老宅，被带入到了一处客厅的地方。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了出来：请各位稍等，我这就去请先生。徐卓年开口道：麻烦了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男人走了出来，对方看着30多岁的样子，西装革履，步伐干练，冲着徐卓年伸出手：徐总，好久不见。徐卓年立刻笑呵呵地握手：好久不见啊，季总，身体一切安好？都好，有劳您费心了。徐卓年看着陶准手里拿着的东西，说道：这是。徐卓年到底是久经商场的人，话术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，这不是第一次登门拜访，总不能空手来，所以让人准备了一些东西，季总别嫌弃才好。季朝成自然是客气一番，徐卓年便让徐子瑶上来打招呼。季朝成夸了徐子瑶几句，这才将目光落在唐潇身上。这位是我儿子的同学，也是特意过来拜访的。哦，是吗？儿子的同学，这个身份确实有些奇怪。唐潇听了他们客套了一堆，眼下也没心情继续虚与委蛇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：不知道季老爷在不在这里？我是来拜访季老爷的。季朝成看着唐潇，对方脸上的稚气未脱，如果真的和徐子瑶年纪一样，也不过是个高中生，可是神态和说话语气却带着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成熟。你找家父有什么事情？找他借点泛海灵泉买野钱，尽管出价。季朝成的脸色微变，
随即一脸淡定地说道：“小姑娘说的是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我父亲这段时间说了闭门谢客，所以只怕没办法你们见面。而且这什么泛海灵泉，我更是听都没听过，想必你是弄错了吧？”唐潇一只手插在兜里，语气淡然：“那老爷子现在在哪儿？我去问问。”季朝成冷声道：“老爷子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，在休息，不见客。”说完，季朝成又看向了徐卓年，脸上完全没了之前的和善，多了几分凌厉。“徐总，这里也送到了，我就不留你们喝茶了，慢走不送。”眼看着对方直接离开，徐卓年想阻止都来不及。“唐潇同学，那就走吧。”唐潇这边也干脆直接离开了庄园。徐子瑶不明白，他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发了呀？唐潇挑眉：“不然呢？刚刚客厅站了不少保安，你和你爸有本事在包围中突围成功？”徐子瑶摇头：“没本事，那就闭嘴。”第146章，唐潇离开了庄园，车子缓缓驶出，结果却听唐潇说道：“麻烦绕个圈。”司机虽然疑惑，可是对方这么说了，自然也是照做。徐子瑶奇怪：“绕一圈做什么？你就算生气也不用这么做吧？无用功不是？”唐潇没理会他，就连徐卓年也不知道唐潇接下来要做什么。等到车子绕到一处地方，唐潇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停车。”徐卓年和徐子瑶对视一眼，都不明白唐潇要做什么。只见唐潇看了一眼围栏，往后走了10米远的位置停下，紧接着一个箭步冲了上前。徐子瑶眼看着唐潇身手利落的3步登上了围栏，再一个翻身，竟然干净利落地翻了进去。徐子瑶诧异地瞪大了双眼，这么高的围墙，他是说翻进去就翻进去了？爸，徐卓年就知道唐潇不会这么轻言放弃，只是这样肯定会被季家警觉，到时候得罪了季家，他们谁都不好过。徐卓年立刻对着徐子瑶说道：“你赶紧跟着进去，小心他们对唐潇出手。”徐子瑶点点头，看了一眼围墙，卯足了力气冲了过去，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上不去。唐潇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翻过了围墙，结果他好歹是个男生，却束手无策。最终，徐子瑶还是在徐卓年和司机的帮助下翻上了围墙。可是往下一看，哪里还有唐潇的影子？这里倒是挺高的。徐子瑶咬咬牙，直接跳了下去。唐潇自然知道季家不可能轻易拿出泛海灵泉，所以他早就做好了这个准备。只不过季家家大业大，这片庄园也是大得令人头疼。好在他熟悉泛海灵泉的属性，直接朝着一个地方跑去。这里巡逻的人不少，唐潇小心地避开了看守的人。此时一股清风袭来，他微微闭上眼睛，仔细地感受风吹树梢的声音。泛海灵泉是因此树在风吹树梢的时候会有海浪般的声响，因此得名。所以唐潇在听到远处传来的海浪般的声响之后，立刻朝着那边跑去。徐卓年此时重新来到季家老宅门口，求见季朝成，对方自然是不见客。可是徐卓年却表示不谈其他事情，只谈公事，毕竟两家合作多年，季朝成还是给了徐卓年面子。季朝成在客厅好饵徐卓年见面，见他身边没跟着那个小姑娘，脸色微微好看了许多。“徐总，你这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过来，只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”徐卓年笑着说道：“老季，你看你说的，我刚刚都说了，是为了公事。那个小姑娘，其实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欠了她一个人情，仅此而已。”季朝成给徐卓年倒了一杯茶，然后自己端起来抿了一口。“这个小姑娘是做什么的？竟然能让你欠下人情？不瞒你说，她是我儿子的同学。不过这小姑娘可是他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据说还是未来的高考状元，整个学校对她抱有很大的期待。”高考状元？季朝成轻笑一声，倒是挺狂。徐卓年知道一般人自然是不相信，毕竟这种海口可不是谁都敢夸。他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是之前，我也不相信，
只是这个小姑娘确实不是一般人。怎么说？我儿子性格顽劣，被他打断了胳膊。找遍了大大小小所有的医生，谁都没有把握能把我儿子的手给治好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个小姑娘一上来就给治好了，甚至不需要打针吃药。你说她是不是厉害？第147章，听到徐卓年这么说，季朝成只当对方开玩笑，普通的接骨而已，很多人都会。就在这时，手下的人匆匆来报。贴着季朝成说了几句，对面的徐卓年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微微握拳，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季朝成脸色微变，起身，语气带着一丝愠怒和不屑：“我说怎么就徐总一个人来了？原来是声东击西呀！”徐卓年连忙说道：“老季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们也是有苦衷，他们都是孩子，你可千万别伤到他们。”季朝成转身让手下的人带路，徐卓年也急忙跟了上去。走过一段长长的路，终于看到被人围堵在一角落的徐子瑶。徐卓年上前2步：“没事吧？”徐子瑶摇摇头：“没事。”他抓了抓脑袋：“是我不小心，别他们抓到了。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，或许唐潇他一个人就能搞定，根本不需要帮助。”季朝成冷笑一声：“你还真当我们季家是什么地方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季家的颜面何在？来人，把这小的给我抓起来，报警，交给警察处理。就说他私闯民宅，意图不轨。”徐卓年出面想要说些什么，可是这些人根本不给徐卓年说话的机会。突然，庄园内警报响起，季朝成脸色一变：“不好！你们2个看着他，其他人跟我来！”季朝成立刻朝着一个方向跑去，其他人也纷纷跟上。徐子瑶忍不住道：“爸！”这时，徐卓年此时脸色也不好看，只怕是唐潇也被发现了。10分钟之前，唐潇终于找到了范海灵泉。范海灵泉100年才会在根部流出一股清泉，而季家竟然养了3颗范海灵泉。唐潇不得不感叹，这个季家还真的是财大气粗。他没耽搁，小心翼翼地拿出匕首，挖开树根周边的泥土，直到露出根系。这是一个十分费时间和费体力的活。唐潇刚刚破坏了监控，必须在他们没反应过来之前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第1棵树的根系露出来了，可是一刀进去，并没有泉水流出。这棵树不是。唐潇没犹豫，立刻又转向第2棵树，依旧失败。所有希望都只能寄希望于最后一棵树。他快速用匕首挖出底部，就要动手的时候，警报声猛地响起。唐潇明白自己暴露了，他一抬头，四面八方突然出现无数的人朝着这边跑来，将他包围。他现在突围肯定没问题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第2次靠近范海灵泉的机会，所以唐潇放弃了逃跑。第148章，住手！再动一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庄园的护卫手中都拿着武器。唐潇发现有些人的腰间甚至还别着枪。唐潇双手微微举起，说道：“别那么紧张，我就想借一点东西。”说完，唐潇将脚下的匕首不易察觉的一踢，突然有什么地方流出。唐潇再也顾不上更多，立刻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玻璃瓶去接。这些护卫自然不知道什么是范海灵泉，也不知道唐潇在做什么，他们只知道这几棵树是季家的宝贝，需要拿命护着。见唐潇竟然敢用匕首刺穿了树根，立刻朝着唐潇发起了攻击。唐潇装好玻璃瓶放到包里，只感觉脑后袭来一股疾风，他立刻下腰躲过，长刀堪堪划过他的鼻尖，只差了1寸。唐潇抬手打在对方的穴道上，立刻让对方胳膊使不上劲儿，松开了手中的匕首。很快，其他人也纷纷冲了上来。唐潇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催眠药粉猛朝天空中一撒，在场的所有护卫都吸入了这白色的药粉，下意识地捂着口鼻咳嗽。唐潇勾了勾唇，摇晃着手中的银镯子。这个银镯子是唐潇一直带在身上的东西，
仔细看还能发现这上面竟然还挂着2个铃铛。伴随着铃铛声的响起，这群人只感觉眼前的景物越来越模糊。他的铃声一停，所有人眼睛一闭，直接躺到了地上。其余的人再也不敢小看面前这个女人，她这招数闻所未闻，只要一靠近，竟然就会被控制。此时这些人躺在地上，生死未卜，所有人都警惕地看着唐潇，有人则是将一只手伸到背后，想去拿枪。终于，季朝成赶来了，看着唐潇还有那已经露出根部的范海灵拳，瞬间勃然大怒：“你竟然敢私自动我的东西，活腻了是不是？”对于这一点，唐潇自然理亏：“季先生，我拿点范海灵拳是想救人，时间紧迫，还请见谅。”季朝成却依旧在气头上：“你知不知道，范海灵拳每隔100年才会流出清泉？你竟然敢这样糟蹋！把他交出来！”面对这么多人，唐潇的脸色依旧淡定：“季先生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说清楚。范海灵拳珍贵之处在于，它每个100年才会有灵拳出现，但是同样的，这1年内，这灵拳每到月圆之夜都会重新产生，所以我取了一点，并不耽误您使用灵拳。再者，这范海灵拳也有时效性，但凡过了1个月，这灵拳便失去了药力。你既然养了它这么久，自然也清楚它的药性。你这样一直放着，纯属浪费。你要是想要，现在这灵拳还有，还能用。下次等到月圆之夜还会再次产生，几乎在1年内，范海灵拳对你来说，相当于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旁边的手下立刻训斥道：“还敢狡辩，把东西交出来！”唐潇却拍了拍随身携带的包包：“东西在这儿，有本事自己过来取。”季朝成阴沉脸：“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”手下的护卫闻言，再次冲着上前。唐潇一脚踹飞了最前面的人，借助灵巧的身姿，直接跃上了树干，用力一蹬，再次将一个人踹飞。落地的瞬间，一道疾风再次扫来，唐潇手持银针，快速落在对方脑后的穴位上，刺中的人瞬间身体一软，倒了下去。第149章。紧接着下一刻，唐潇又是同样的操作，眼看着靠近的人再次被唐潇一个个干趴下，季朝成伸手，旁边的护卫立刻递上来一把枪，只不过这是麻醉针，并不会真正的伤人。季朝成对准了唐潇，食指微微用力，住手！这时，一个老者的声音传来，季朝成和唐潇等人动作纷纷一顿，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季建章正朝着这边走来，而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男人，正是龚傲白。唐潇诧异，这个男人怎么来了？季建章朝着周围看了一眼，忍不住道：“朝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季朝成立刻说道：“爸，这个丫头竟然来偷我们的范海灵拳，不得无礼。这位小姑娘是2少的未婚妻。”季朝成忍不住道：“就算是这样，可是这个女孩儿翻墙进来不说，背着我们直接偷了范海灵拳，这些都是事实，还打伤了我们一片护卫，现在生死未卜。”唐潇将银针收了回去，说道：“别污蔑我呀，这些人就是睡着了。”季建章诧异地看着唐潇：“这么多人都是你弄睡着的？”唐潇点头：“当然。”季建章忍不住道：“能不能给我这老头讲讲？”唐潇看了一眼旁边的龚傲白，对方对着他点了点头。于是唐潇继续开始说了起来：“一些是我自己腌制的催眠药粉，还有就是被我的银针刺中了睡穴，眯上一会儿就行。”季建章忍不住看向了龚傲白，这小姑娘真的会医术？龚傲白点点头。季建章立刻对着唐潇弯了弯腰，季朝成瞬间瞪大了双眼，扶住了季建章：“爸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唐潇没理会他们，而是走到龚傲白身边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别跟着来吗？”龚傲白将人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确定他没受伤，这才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：“不放心，所以跟来看看。”季朝成没搭理儿子，而是看着唐潇，激动道：“小姑娘会医术，
不知道能不能帮我的妻子也看看？如果可以，这范海灵泉我可以免费赠予你。行，带我去看看。唐潇答应得很干脆，季建章立刻兴奋地在前面带路，季朝成则是在一边扶着。唐潇和龚傲白跟在身后，小声嘀咕：“刚刚他儿子浪费我半天口舌，我要不是看在你面子上，我都懒得答应。”龚傲白轻笑一声：“我的面子？当然啊，如果你没出现，我肯定就打出去了。”还客客气气和他说话。我都说了，今年的范海灵泉是可再生的，每个月15号他想接多少接多少，我就拿了一点点。结果带一帮人堵我。第150章，唐潇或许自己都没注意到，他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。龚傲白轻笑一声：“那谢谢潇潇给我面子。”唐潇看了他一眼。话说回来，你怎么来了？龚傲白这才开始说道：“我担心你这边会遇到麻烦，所以也做了调查，发现季老先生的妻子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，季家一直在寻找医生，四处求药。季老先生很爱他的妻子，如果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拿到范海灵泉，那自然不用武力是最好的。”说话间，一行人被带到了庄园内。唐潇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徐家父子，两个人的身边都站着2个保镖，不用猜也知道他们2个这是被抓住了。徐子瑶看着唐潇，一脸悲痛欲绝：“你也被抓了？”唐潇翻了一个白眼：“你想多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跟我说实话？”唐潇：“算了，也没什么丢人的，我一进来就被人发现了，我还想着去找你来着。”季老爷子朝着唐潇微微颔首：“唐小姐，请您跟我这边来。”唐潇点头，带路。徐子瑶诧异地看了一眼徐卓年，下意识地想要跟上去，结果却被保安也按在了座位上。季朝成看着徐卓年，说道：“徐总，不要着急，我们还有事情要处理，二位先坐着休息。”说完，季朝成又让佣人好生伺候着，这才跟在季建章的身后离开。龚傲白自然也跟在唐潇身边，几个人朝着里侧走去。徐子瑶很不理解，看着徐卓年：“爸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怎么对唐潇突然这么客气了？”徐卓年目光沉沉：“我说过，唐潇不是一般人，而且龚家2少也在，季家或多或少都要给几分面子。安心坐着吧，已经没事了。”刚才看到龚傲白出现的那一刻，徐卓年心里就有了答案。唐潇跟着季建章一路朝着里面的内院走去，这才发现这座庄园简直别有洞天，里面甚至还有一个不小的别院，院内有喷泉，用假山堆成的小桥流水，里面养了不少锦鲤。再往里走，穿过一道拱形的石门，看到一处客厅，里面挂满了很多字画，旁边有个房间。此时的房门打开，挂着珠帘，季朝成帮忙将珠帘拢至一侧，方便季建章他们进去。唐潇一靠近这个院子，就能闻到一股药味，还有消毒水的味道。跟着季老爷子走了一遭，进入房间，看到一张床，上面正躺着一个老妇人，对方正在闭目养神。听到动静，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让你去歇一会儿？”季建章顿时变得像一个委屈的小孩：“不在你身边，我歇得不好。”想必对方就是季老夫人，没想到2个人到了这般岁数，还这么相爱。季建章抓着他的手：“你现在感觉难受吗？”季老夫人摇摇头：“不难受了。”第151章，说着，他看向唐潇他们：“这2位是……”季建章说道：“我来给你介绍，这一位是龚家的孩子龚傲白，另外一位小姑娘是他的未婚妻，叫唐潇。”季老夫人做事要起来，被季建章拦下了：“你躺着就行。”季老夫人微微皱眉：“你也真是的，带人来看我也不说一声，我好整理整理。”“不用，我听说这位小姑娘会医术，特意请她过来给你看看。”季老夫人看着唐潇这般年纪，自然不怎么相信。可是季建章这段时间没少给她找医生，中医西医都看了，可是成效不大。“你真是的，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，以后就不用看了。”
也别折腾，让大家都回去吧。季老先生急了，你别说丧气话，你要真的出了事情，我可怎么办？季老夫人没说话，旁边的季朝成忍不住劝说道：妈，这个小姑娘确实有点东西，刚刚用一根针就让我的一群手下睡着了，你就试试吧。他来都来了，季老先生也在一边哄着。是呀，就试试，再试一次好不好？季老夫人无奈，只得答应。唐潇上前给季老夫人把脉，神情有些严峻，没说话。季老夫人也猜出来了，笑着说道：你别在意，我的身体我清楚，只是他们非要不相信，总想着给我弄一些有的没的药物吃着，折腾我，也折腾他们自己。你别怕，治不了也没事，我不会让他们为难你。唐潇却笑了，那可不行，我如果治不好您，他们可不给我范海灵泉。季老夫人看了一眼季建章，人家小姑娘想要范海灵泉，你给就是了，还非要提这条件做什么？季建章悻悻的没开口，倒是季朝成说道：妈，这东西可是100年才有的灵泉，我们院子里现在也就1棵是符合的，有1棵还不够，人家小姑娘是要砍树还是怎么着？给一点怎么了？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可以如此小气？被季老夫人说了一通，季朝成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唐潇收回手，季建章急忙问道：怎么样？老夫人的身体确实有些问题，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正常的人体衰弱过程。唐潇这话一出，季建章的脸色瞬间难看了大半。正常的生老病死，哪怕是神医也束手无策。季朝成见状，忍不住问道：就没有一点办法了？如果用范海灵泉，行不行？当初季家也正是担心以后的问题，所以才花重金买了这范海灵泉养在家里。唐潇回答道：不要乱用药物，是药3分毒，乱用药物身体承受不住。季朝成失神，这可怎么办？季老夫人倒是欣然接受了这个结局。行了，之前找的医生都个个吞吞吐吐，让你们总是不死心，现在好了，别折腾了，我也累了。说完，季老夫人看向唐潇：你想要范海灵泉，拿去便是，有我在，他们不会为难你，多谢。但是我还是想多问你一句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第152章。唐潇仔细想了想，按照我的方法，活到90岁不是问题。季老夫人点了点头，你看，我还能活到90岁。说到这里，季老夫人瞬间一愣，你说什么？季建章和季朝成也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你没开玩笑？唐潇却道：季老夫人的5脏确实是正常衰败，可是按照这个衰败速度，平常跳跳广场舞，打打太极，再过个20年又不是什么问题。只不过您的体内现在有隐疾，我给摘除干净了就没事了。在场的人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，只有龚傲白站在一侧，看着唐潇脸上的淡然和从容，不禁露出一丝赞许。小丫头又再一次轻描淡写地震惊了众人。季老夫人如今也不过60、70岁，有唐潇出手，活到90岁，自然没事。唐潇转身看着其他人：你们都出去，我要给老夫人施针。季朝成还是有些担心，唐潇有些不耐烦：我要给老夫人宽衣解带，你们还看？季朝成和季建章立刻摇头，毫不犹豫地退了出去。龚傲白看了一眼唐潇，也起身往外走。很快屋内就剩下季老夫人和唐潇，外加一个一直照顾老夫人的佣人当作帮手。老夫人说道：小姑娘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不用骗我，我是不是时日无多了，你才这么说，哄我开心？还是说这是季建章那人让你演的一出戏？唐潇拿出针灸包，说道：老夫人，您要是不相信，20年之后找我算账。你这孩子，别开玩笑，我的身体我还是知道的。季老夫人想了想，你刚才那么说，是不是为了范海灵泉？其实你不用这么大费周章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唐潇看着季老夫人，微微一笑：我可不开玩笑，因为我可是神医。说完，唐潇开始施针，
半小时之后，施针终于全部结束。唐潇擦了擦额上的汗，收回银针。季老夫人只感觉胃部一阵翻江倒海。唐潇提前将一个盆放到她的面前，季老夫人果然忍不住吐了，可是吐出的却是一口血水，甚至还有一些血块。旁边的佣人吓得连忙说道：“夫人，您没事吧？”季老夫人说不出话，连连咳嗽。佣人愤愤地看着唐潇：“你到底对老夫人做了什么？”唐潇云淡风轻道：“治病。”你。紧接着，季老夫人再次吐出一口血水，这一次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碎肉块。佣人吓得连滚带爬地打开了房门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夫人她一直吐血！”还！季建章急忙冲到了屋内，季朝成和宫傲白跟随其后。看到一盆的血水和里面的东西，季建章立刻上前扶起季老夫人：“怎么样，没事吧？”季老夫人此时说不出话。季建章又看向了唐潇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唐潇却道：“别紧张，等会儿。”季朝成是个急脾气，都吐血了，你还说没事？说完，季朝成就朝着唐潇走去，做事要拎着对方的衣领，却被宫傲白也拦下。